赛段呢叫临门一嘴赛，目前呢已经有2个3人小组和1个4人小组比完了，有3位晋级到半决赛啊，这3位是季业，还有智胜，还有王小丽，恭喜3位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待定区，还有一些朋友等待出战。但是在今天呢，我们确实要请一位好久没上台的老朋友给我们开个场。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忙自己的线下的巡演，让我们欢迎这位喜欢坐在角落的人。掌声有请海源。大家好，我是梁海源。很开心啊，来给大家开场啊。说是开心，其实很紧张，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站上过脱口秀节目的舞台了。我上一次在脱口秀节目的舞台还是3年前的脱口秀大会第5季。我当时在舞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脱口秀大会”。说完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就真的再见了，一语成谶啊！我自己都有点害怕，我觉得自己特别像那种得不到就毁掉的变态。但这次不是比赛，只是开场，压力就小了很多。开场嘛，说不好我可以说我又不是来比赛的，说好了我可以说我也就是没来比赛，便宜他们了。实际上，如果演员1年只用讲5分钟段子的话，是很容易保持水平的。这2年，我们整个行业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什么赛道都有人，什么人都有赛道。我说我已经不比赛了，我应该没有赛道了吧？他们说你是那个输不起那个赛道的，你那个赛道除了你还有张博洋。但其实我是总编剧那个赛道的，今年我也是节目的总编剧之一。就图你们这个。我今天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我问过很多选手啊，怎么样才可以赢得比赛？他们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赢的人说只需要努力，输的人说只需要运气。我觉得他们的答案都有点片面，努力和运气都只是比赛的一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编剧团队的智慧、才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句话是我们编剧团队一致要求我加上去的。其实都说每年的比赛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高考，我其实很佩服大家，年年都来参加高考，年年都来争大王，对吧？有的人拿了大王还要再来争大王。原来对于学霸来说啊，最大的乐趣不是考上清华，而是反复考上清华的过程。我觉得大家目光其实可以放得更长远一点，不要老盯着大王，对吧？领校园也可以争啊，大王只有1个，领校园有4个。而且我帮大家研究过了，领校园需要4个品质啊：专业、热爱、幽默、高情商。有1个可以提名，有2个可以入选，有3个可以常驻，4个都有的话那就厉害了，你还可以去卖牛脆脆。领校园不喜欢的话，主持人也可以争啊，说不定大家喜欢一些更瘦一点的主持人呢。其实说实话，我也喜欢比赛，我只是不擅长而已。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喜欢的和擅长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痛苦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就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虽然他是脱口秀演员，可是他最喜欢的是说唱。他也以为自己很擅长说唱，还非要去参加一个说唱节目，不到1分钟就被人淘汰了。这个事情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吗？因为往年啊都是我们脱口秀演员嘲讽人家说唱歌手，今年脱口秀演员送上门去被人嘲讽了。
我们能怪他吗？不能，对吧？他太喜欢了，甚至连他的名字我都不好意思在这个段子里面透露。反正大家听完就哈哈一笑吧。委屈了，委屈了。所以喜欢不一定擅长，擅长也不一定喜欢，都很常见，对吧？我也不例外，因为今年是我在现在这家爱喝酒的喜剧公司第10年了。10年我一直在这家公司做编剧啊，我很擅长做编剧，可是我不喜欢做编剧，因为当年这家公司的老板找到我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的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脱口秀的天赋，你愿不愿意跟我来上海做明星？当时整个行业只有王自健一个明星，李诞都还不是明星呢。面对这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有可能在诈骗。我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我肯定是个千里马了，但我得给伯乐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呀。现在10年过去了，我没有成为明星，啊，我用了10年的时间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不是真正的伯乐，我有可能还是千里马。但这2年呢，我不 PUA 自己了。我觉得就算我不是千里马，你也不是什么伯乐，对吧？我们可能只是阿凡提和小毛驴。当然，阿凡提也有很成功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还是跑出过很多千里马，对吧？他们非常优秀，非常厉害，对吧？有多优秀呢？有一些非常的勇猛，他们会在两军交战的时候，他们会一骑绝尘，冲向对方的阵营，加入他们。而小毛驴呢，每年总是被安排去做编剧，所以成了总编剧。甚至有人说我只适合做编剧，不适合做演员。但是没比赛这几年呢，我做了一个专场叫《坐在角落的人》，不羞愧的说，还算挺成功的。然后巡演了2年，现在已经上线腾讯视频了。我觉得我已经找到自己喜欢也算擅长的事情了，然后我特别开心。所以朋友们，不要听你们老板的，不要听他说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你们听我的。你适合现在打开腾讯视频，观看梁海源的专场《坐在角落的人》。这句话是对屏幕前的人说的。有人问专场是什么？专场是1个小时，没有 PK， 没有点评，没有后采，也没有广告，只有脱口秀的脱口秀。这里没有说有这些是不好的意思。如果你在看专场的同时啊，你还能打开美团点闪购，给自己点一些饮料、零食、冰啤酒，只要30分钟，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坐在角落的人。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好的观众，他看完这个专场会过来跟我说：“海源，谢谢你，现在欠你一张演出票。”我很感动啊，因为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呢。星爷可能不在乎，但我是真的想跟你们要啊。因为下一个专场我已经快写好了。不比赛就是写得快啊。目前的进度已经是99%了。名字也起好了，大概会叫坐在角落的小毛驴。具体的演出信息到时候会发在我的小某书和我的短视频账号上。额外提醒一下，这个进度99%，采用的是拼夕夕的算法。最后想跟大家说，不要想着寻找和依赖什么伯乐，人真正的伯乐只有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海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场表演。海源好久没在这个舞台上讲了，感觉很开心很开心，除了腿有点抖，其他没有问题。你不可能在这个台上还紧张吧？我紧张，因为我很久没有站上脱口秀节目的舞台了，就是剧场的舞台，我会很熟悉。
大老师看过他的专场吗？当然，那个视频刚上我就看了，特别喜欢。我中间还跟海源老师说，我中间特别喜欢那其中几个梗，跟老师说来的。您那个新专场，我们什么时候能亲历一下啊？我希望是能安排在第4季度吧。哦，Q4 流行语来。你玩啊，对自个儿都很厉害，叫 Q4啊。行嘞，那咱们一定要去啊！罗老师看过他的专场？去线下看过，然后网上的版本5刷左右吧，大概是。谢谢。因为每次听都能学到新东西。谢谢。他刚刚说他在公司10年，所以10年之后应该离开这家公司是吧？为什么可以待10年？因为跑得慢。那比如说现在跟公司的前同事们，跟前同事我们也都是好朋友。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年的记忆，就是大家不管状态怎么样，在哪里，其实还是有很多联系的。我在公司也有很多好朋友，在外面也有很多好朋友。其实我们个人关系就是很好的朋友，这是实话。我去线下看了他的那个坐在角落的人，他应该是我跟线下看的第一个咱们国内脱口秀演员的专场。非常的震撼。而且那是在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去看的，所以当时觉得非常的过瘾啊。然后讲到都在讲去原公司多长时间，我离开原公司的时候已经在原公司待了25年还是26年，我忘了。我是个做事比较特别长情，就我觉得还挺舒服，就一直待。我97年入职啊，所以我已经28年了。28年，那个学校得多受罪啊！行了，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海源。谢谢，请海源移步编剧曲。我们还是要正式的来欢迎一下程璐老师、海源老师、袅袅老师。Hello。坐在他们身后的是来自全国各个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们，欢迎各位。2楼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脱口秀的好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们，我们又要到了介绍规则的时候了。第4赛段叫做临门一嘴赛，所有选手为冲击半决赛上演最后一战。大家呢可以看到，这边2楼坐着的是本赛段的5位跳段选手：朱兰、Kid、李玟、孙书恒和小四爷。这5位是直接晋级了半决赛，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2个3人小组和1个4人小组，所以首发的 TOP 5也已经洗牌了。季烨、王小利、徐志胜洗掉了，徐浩伦、谭湘文、贾浩和孟川。怎么了？不敢相信吗？就是很强啊，就是很强。目前首发 TOP 5里面只有2位暂时稳坐这个位置，这2位分别是毛豆老师、广志老师。下个赛段的半决赛一共有18个名额，因为有5位选手使用了跳段权进入半决赛，所以本赛段还剩13个晋级名额。因此，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除了本场 TOP 5晋级半决赛之外，最终待定区票数前8的选手将晋级半决赛。表演过程当中，各位随时可以拍灯，我们满票300票。好，我宣布，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下半场正式开始。第1组上场的选手是邱瑞、小帕和哈财。第1位上场的这位演员呢，大家对他很了解，因为他特别爱做的事情就是分享生活里的细节。这次呢，关于旅游这件事儿，他有话要说。朋友们，开场不易，掌声欢迎邱瑞。你们好，我是邱瑞。我发现现在出去玩一趟比上班还累。放假前先得调休，非要调的话，能不能让我自己调？我上半年先把50多个周末放完，下半年就调明年的。都调完了，我也快60了，再想出去玩我就请病假。
老板也不敢开除我。N+60他们赔不起了。我每次做好攻略那一下，已经不想动了，就知道这一路要遭多少罪，酒店会涨价，机票抢不到，景区厕所门口排1万个人，我女朋友那边排2万个。我能带出多少行李还要被飞机限制？什么21寸10公斤？我有时候就琢磨这个标准是咋定出来的呢？又有体积又有重量，你是要卡我密度哦？我拿笔算了一下哦，0.23。知道什么东西的密度是0.23吗？棉花呀。啥意思？我带的这1箱衣服里，只要有1件不是纯棉的，就交钱了。我有时候也想穿一件的确良的衬衫啊。就这点额度就够你自己出差用的，跟女朋友出去玩肯定不够用。这时候往出扔谁的衣服呢？关键是扔我的衣服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们也知道，男的衣服本来在行李箱里也不占地儿啊。我们那个衣服在箱子里都是液体，就负责给行李箱美缝用的。就是人家是带了一双鞋啊，我才可以多带2双袜子塞里边。我哪带过鞋呀？我有时候换洗衣服都不够用啊。但是人家要带那种热水壶，跟我说酒店的热水壶有人在里边洗内裤。他要不跟我提这个信息啊，我都没想到热水壶里可以放内裤。我想多带2条内裤。他听完给我一顿骂，挨骂之后我一路也没跟他说话，嘴里边塞着袜子呢。主要远方这种东西靠近之后反而会击碎你的幻想。去西藏之前就觉得那儿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到了之后我只想在诊所里边吸氧。哎，我昏迷那个状态，听黄龄那首《痒》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肯定是在西藏写的。你就听那歌词吧，来呀，快活呀！我是背着氧气瓶上的雪山啊，那天风没给我吹死啊。他们一个个穿的都是冲锋衣，我就几件纯棉的衣服。哎，把的确良衬衫套上都不管用啊。当时我就知道这衣服为啥叫的确良了。但旅过游的都知道，就算再狼狈，朋友圈必须是精装的。我在雪山上气儿都喘不匀了，还是放下氧气瓶去找手机呀。朋友以为我要写遗言呢。我发了个朋友圈啊，小小雪山拿下。我朋友更装，掏出了高脚杯，没有酒他纯装杯啊。说酒不重要啊，想喝的时候可以打开美团点闪购，30分钟都能送。你想装到位，肯定还得出片嘛。我之前是不卷颜值这个赛道的，就这帮脱口秀男演员啊，很难让你有容貌焦虑啊。好不容易有点焦虑啊，互相看一眼，好了。但最近这个丑男联盟出叛徒了，有人学会化妆了呀。我们找的同一个旅拍啊，摄影师拍完说让我们一起瞅瞅，
我说我们原来是丑丑，但有人已经帅帅了。我挑了半天，一张满意的也选不出来啊，就在那块嘟囔啊，这张太好看了，不像我；这张太像我了，不好看。就没参与修图这个环节啊。但 P 图这个事儿，你自己要是不参与，朋友是真不管你啊，都给我 P 弯了。但咱能接受啊，这作品咱自己没付出努力嘛。我有点接受不了朋友圈它有评论功能啊，那帮脱口秀演员嘴多脏啊。有一个人用一句话，没有脏字儿就把我们照片里所有人全骂了。他说感觉这张合影里呀，就秋瑞最像他自己。我也想过变帅啊，但录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丑男联盟最好看的时候了，也是服装老师最绝望的时候。人家别的工作都是10个晴天啊，全员加速中，然后是我们啊，对比太明显了。之前工作像过节啊，现在工作起来全是节节。主要咱这个节目还老淘汰好看的，衣服架子全走了，剩下我们这些衣服篓子。好看的衣服我们还互相试啊，你穿上挺丑啊，要不我试试？服装老师都懵了，说这衣服吴磊穿的时候也不丑啊，到底哪儿丑啊？后来这个答案是我在小某书上发现的，你要不用一次这种脏东西啊，都不知道咱这张脸后边能接这么多贬义词啊。说我面中扁平，口角下垂，鼻孔外露但鼻基底塌陷。我要在小说中看到这一段外貌描写啊，我还以为这玩意儿是个娃娃鱼呢。你把这么多好词都留给我了，真遇到丑人的时候你用啥呀？绝美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个大结局，这不是拿你当底了，把我当底了，没防住，你拿他当朋友，更拿你当底了。秋瑞锁票倒计时。我先想说，我觉得秋瑞这一季跟上一季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不像以前那么愤怒了。这种改变我觉得很可贵。其实他刚才讲的内容很有意思，某种程度就跟孟川讲的是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开始讲了一件事儿，旅游，之后讲的是拍照，是丑男联盟，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一个有机的联系，但因为他的文案很好，他的文本很好，他表演极其好，所以他让我忘了从 A 到 B 中间的连接是什么。这是他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非常棒的一个他的技巧和他的魅力。我一直很喜欢他这种状态，虽然我很想念过往那个愤怒的秋瑞，但我还是很喜欢如今这个成长以后的新的那个秋瑞。愤怒有愤怒的劲儿，不愤怒有不愤怒的劲儿。对对啊，关键今天是说自己丑，能有多愤怒呢？以前是说人家户型不好，钻石户型越说越生气，说自己丑，好像最后还是很容易和解的吧？是。是啊，我怂了，怎么秋瑞？这是秋瑞最温和的一次，是是啊，其实出门要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呀，因为好多吃的，有时候你吃不好，吃一口吐一口，吃一口吐一口，瓜子儿。然后呢，但是我就说，咱们秋瑞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就是还是生这个气，但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说明白了，释怀那种感觉，也挺可爱的啊。我同意大老师的是吧？观点，就是自个儿跟生着气，哎，给自个儿逗乐了，就是这么个人。我觉得我最想吐槽的应该是，跟我一块出去旅行的朋友，可以跟你旅行的朋友一定是很好的朋友，对吧？对。但是可能旅行完了就翻脸了。是吗？没有到旅行完，中间就已经差不多了。
但很好的朋友，他会有一些习惯，会跟你真的很不一样。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吧，是特别好的朋友，他叫龙丹妮。然后他每一次出去，他要有1个罐、2个罐、3个罐，至少3个罐起。啊，罐儿？为什么？他养蛐蛐啊？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能里面罐啊？有1罐是腐乳，有1罐是剁椒萝卜。哦，吃的那个配菜啊，或者是鸭架子。就是他必须要带这些东西才能出门。我妈以前说我出门之后就8个字送我说2个一定要记住，遇事不怒，勤换内裤，就是这2个事儿。不好意思啊，秋瑞，秋瑞就因为这事儿也能骂。有的时候校友团不是特别好控制，你能理解啊？我们都好朋友。我们再次掌声送给秋瑞。其实观众喜欢生气的，我是喜欢他们年轻的自己了。就年轻人都带着那个叛逆、贫穷、倔强。这些东西到我身上就被化成生气了，但其实他们看到的是自己那个叛逆的样子了。下面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节目播出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加油加油！潘子力，好，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小困扰。掌声欢迎小帕。我录这个节目其实特别高兴，因为节目让我遇到了你们，但也有一点小的憋屈，真的好多东西不让讲，怕吓着观众。之前有个段子，我想写大自然中有那么一些螳螂，就是母螳螂会吃了公螳螂这个事儿不让讲，说女观众害怕螳螂，男观众害怕被吃。很多诸如此类的愤怒什么就不让讲，就感觉这个节目它装不下我的愤怒。我的愤怒是个42码的愤怒，这个节目是个36码的节目。就脱口秀的水晶鞋我穿不上，但我真的好想穿，因为只有穿上这双水晶鞋，才能参加那个大年30的舞会。其实之前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听过说啊，小帕听了你段子不敢笑，怕笑了有损功德。你上我这儿攒功德来了？那你去哪儿笑呢？去庙里啊？看高僧拼盘？管轮回叫 callback 啊？虽然我让大家不要害怕，但最近真的遇到了一点点让我害怕的事情。前段时间特别高兴，我上了鲁豫老师的播客，非常开心，聊了我的过去。大家听了我的播客之后，对我的态度就开始变得有些柔软。首先是贾浩，我跟贾浩认识有一些年了，我非常喜欢他。我们之间的日常沟通就是哥这个写不出来这个东西，吭哧半天写不出来。他说那写不出来别写了，非常正常。我们之间就是这么沟通的。他突然有一天过来跟我说加油，妹妹。那一刻我就知道，播客上线了。播客之后紧跟着就是节目播出了，我收获了更多的心疼。好多人说哭了，还把自己哭的照片发给我。我看那个照片我都纳闷，我们之间是不是有点快了？我不希望我的观众难过，我赶紧安抚他。我说，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你看我刚点了个60块的外卖。他回我一句，哦，你还在吃外卖？我不习惯这种柔软，朋友们，我这辈子都在和命运硬刚，我在和生活打个你死我活，我个西北战狼，阿苏无尽。突然有几万个人说想抱抱我，上一次有这么多人想抱抱的还是琳娜贝尔。我和琳娜贝尔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琳娜贝尔是7宝之一，对吧？她有6个好朋友。我也有6个。节目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都是啊，好心疼，笑不出来。我理解，观众在关注我的过去、我的经历、我的童年、我的梗呢。没有人在意，朋友们，这些梗都是我连夜写出来的梗啊。
经过多少次自我否定、推翻、重建之后写出来的梗，有时候太着急了，写不出来，人真的会哭。我就一边哭一边加梗，一边哭一边加梗，我就哭加梗。我写那个稿子的时候想，哦，这个新鲜的双关，细腻的类比，爆炒一个转折，咱们再点缀少许的谐音，这不得给他们吃点好的？没有人在意，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像一个绯闻缠身的明星一样说出那句话，请大家多关注我的作品。我觉得心疼是一种很珍贵的感情，所以能不能把这个心疼放在我需要的时候，咱们再统一心疼我？比如我拍抽象广告的时候，上一秒还是我的脱口秀后采，山河还在为我流泪，说我看见了小帕眼里的恨，下一秒为什么追我？写了那么多，最好笑的是这个广告，这不值得心疼吗？这个广告的弹幕我看了，没有一个人心疼吗？没有哪怕一个人在弹幕上说哦，好心疼，为了挣点钱，这种东西都拍。我害怕应对别人的心疼，一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二我也害怕别人觉得我在卖惨，真不是我卖惨，这节目他就要这个，他就专门找这个，你们知道吧？有时候他着急了，他都骑着3轮，拿着大喇叭，他就挨家挨户，他都吆喝说穷人。说残疾人，有时候来晚了都被爱奇艺收走了。这个好。另外，我也害怕观众心疼了之后我就不敢笑了。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的工作就是用我悲惨的过去去写段子。脱口秀是我应对悲惨的时候的另一种描述的方式。如果你们笑了，我只是拥有一个悲惨的过去，你们不笑，我就是拥有整个悲惨的人生。我跟你们讲，脱口秀演员，如果下次你们再看到任何一个脱口秀演员用悲惨那种很惨的经历写段子逗你们笑，你们就放声大笑，就放声大笑。我跟你们讲，这个功德它不亚于放生。很多人说听了我的童颜红了眼，我特别理解。毕竟很多同行听我的经历，他们也会眼红。比起怎么回应别人的心疼，我更了解怎么回应别人的嫉妒。别人心疼我，我不知所措；同行嫉妒我，我也没有太努力了。父母的功劳。我吃了这么多苦，我不知道该拿这些苦干什么。如果一定要拿这些苦干点什么，我打算拿它来开玩笑。因为总不能拿苦来说教吧，对不对？节目播出了之后，我有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不知道从哪儿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啊，跟我说，哎呀，你能有现在，就是因为你过去吃的苦啊，你不要忘本，之后继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用着我仅存的一丁点素质，我跟他掰扯这个事儿。我说，吃苦这个事儿，它最多算是有利有弊，对吧？你不能只看见它的利，你看不见它的弊呀。对方开始跟我掰扯。这不都是利吗？这哪有啥弊啊？哪有啥弊？我说你不就是吗？说了那么多，只是想告诉大家，不用心疼我，我已经被看见了。真正需要心疼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比如黑灯。当然管我。以这个段子为例，他们管我的笑话叫地狱笑话，我不认同，因为没有笑话的地方才是地狱。谢谢大家，我是小帕，谢谢。太搞笑，这要超级业了。我跟豆哥得死一个了，得死一个了，有点难了，后面还有霸哥了。That's right。小帕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帕。小帕节目播了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对对对，你觉得心态有变化吗？有，我现在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秒回，我生怕别人觉得我飘了。
也可以说这个变化也成为了下一阶段创作的素材。对，而且这已经是我第4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从来没有享受这个舞台，每次过来都是拼了命的想让大家看见我，求求你们看看我那种状态。这一次我大概有40%左右的成分是想享受一下大家的欢呼。大老师还记笔记呢。因为我太喜欢这句话了，他说拿苦开玩笑那个，但是重点就是在于祝贺呀。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小帕呀，在第2次的脱口秀的时候说他特别在乎别人的认可，然后那个就是他心中真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我觉得有这份认可之后，希望你以后一直盛开吧，盛开了。谢谢。其实你第1场的时候，我笑的是没有心理负担的，就你讲的那些，我肯定会有一些难过的，但是由于你高超的表演和文本，使得我笑的时候没有太多负担。然后出去以后，那么多人表示同情大于好笑这件事儿，我怀疑我可能共情能力不如他们，但我仍然觉得你那个东西一定是搞笑和欢乐的东西远大于那个伤感的那些东西。谢谢，我想要的就是这种反馈，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我当时就是这感觉，现在再强调一遍，我也感觉到你可能是对很在意，作为一个职业的脱口秀演员更在意这个。谢谢。那后边有难听的来了，就是今天这个我会觉得你试图传递和表达的东西多于那个好笑的那个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给我很强的力量感，就是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老头很难从年轻人身上得到一些让我感觉很有力量、对我有帮助的东西，但刚才实实在在从你身上得到了，对，所以我就忍不住在，我拍的那个点其实比他迟钝了一点点，这也是老人的常见毛病，但是拍完了你最后那句话还进一步给了我一个最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是那种低级的煽情，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特别棒、触及灵魂的那么一句，非常非常好。这是难听的话吗，葫芦老师？我其实做了让步转折，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内心很强大。我说虽然，然后但是的时候他就没事儿，不像有些脆弱的男选手。我最后是夸的，中间让步转折了一下，我说虽然，然后他们就一副受伤的样子，我心里就想真是没用，但你不是。男选手太脆弱男宝啊。那个罗老师，您说的那个男选手是姓？我觉得你既然撞到枪口上，你是其中一个，对。你总是很受伤的样子。来，让我们结束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好吧？臻臻，我跟鲁豫姐几乎是同时拍的吧？放生那个地方。对，然后小帕的表演非常的精彩，我特别想跟你强调，跟你说的是，你的梗非常的好笑。谢谢。从第1赛段到今天，你的每一次表演其实都让我印象超级深刻。我觉得你今天讲的这些，就是观众对你的心疼，只是基于他们只看了第1赛段的表演。但实际上，每一期看这个节目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文本、他的表演能力、他在舞台上的一种自己的一种风格。所以我觉得不用着急，我觉得观众看完一定会有更多的认知的。好，我觉得刚刚小帕讲的非常好笑，然后前2天我不断的重播你的那个广告，笑的也非常开心。他跟大刀那广告太有魔性了，我起码看了有20遍起步，特别洗脑，非常洗脑。是，然后我非常高兴的看到有那么多的人看到小帕，喜欢小帕，为你开心，真的。谢谢。然后他最后讲到那句话，他说没有笑话的地方就是地狱。我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破地狱》，我觉得就是要打破所有没有笑话的地方，打破所有的地狱。对，为你骄傲，小帕。谢谢。从讲自己的故事到分享自己的感受，来享受这个舞台，小帕真的在这个台上耍开了。秋瑞有压力了，对，来，请秋瑞回到台上。秋瑞。
在秋瑞和小帕的表演全部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支持票数相差多少。今天表现，我觉得在自己预期之内吧，7分。从表演节奏方面来讲，85到90左右；稿子的内容的话，可能80。不是差40票吗？那240对285。小帕288，所以小帕去等候区，秋瑞进入待定区。这是我第一篇完全新写的，心里很没有底。其实上台前，我老觉得观众是不是太捧着我了呀？我还没有上台，只是绕到台上走到我的座位上的时候，就已经有观众说啊，小帕，小帕，小帕。以前这个现象我只在徐志胜、呼兰、徐浩伦、谭湘文他们身上见过。真的是我这个内容足够好，去可以得到他们的欢呼吗？还是观众对我的溺爱呢？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小帕。一开始非常忐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是正确的。他打你一拳，你可以打回去，但是对面给你扔个棉花，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最近就是小雪的女儿，小雪姐姐的大女儿花朵，特别高兴。我俩的主题还有点相像，对，他也是一个看医生的一个问题，我是还很好。太棒了，你们太棒了2把暖壶踢废了。好高兴！我现在也在慢慢享受，就是在大家的棉花里面翱翔、畅游，这种感觉。大家好，我是小帕。观众的爱开始一点一点长到我身上了。我不再自我否定，哪怕我今天搞砸了，我都会说没事儿，搞砸了，搞砸了就搞砸了呗，搞砸了只是这件事情砸了，而不是你这个人砸了。我会努力往前走。我要享受这个舞台，享受观众的尖叫、掌声。小帕，你比你想象的要好，那么多观众爱你，你值得好多爱。组的加油！第3位演员，他的身份是一位说唱歌手，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他总和这个身份不匹配。欢迎哈哈草。嘻哈帽子不戴了，对，有不戴，有不戴。大家好，我是哈哈草。我最近被那个无理淘汰以后，我不是磕巴啊，淘汰我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我想明白了，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他就不喜欢跟人起 beef。我喜欢 peace and love，我不喜欢指人鼻子然后骂。我没有办法像我 homie KL 刘聪一样那么霸气的喊出，哎，对，他是我 homie， 是的。哎呀，藏了一点哈圈的人情世故被你们听出来了。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很霸气的喊出，把那些敌人全都杀光，烟作塔香。我没有办法喊出这种话来，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杀人要偿命。我这种性格的人，我就只适合用幽默和生活轻轻交手。像我们这种喜欢 peace and love 的人啊，信奉的是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碰到冲突就退让，然后回家一边喝那个闷酒，一边在那感叹，
我可真幸福呀！喂，刘聪吧，有敌人出现了，我不敢跟人起冲突，但是在电影院啊，碰到那种后排踢凳子的人，我还是会咆哮的，我会发出我们幸福者的咆哮。第二排的观众根本就没有亲亲，我再吼一嗓子啊！我虽然害怕冲突，但我又喜欢看。有一年3月8号吧，我跟我老婆在超市领完鸡蛋，回家路上看见2口子在那里吵架，我就先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那个花坛那里，然后拨开人群钻到第1排，我在那里喊，我说算了喽，算了喽，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的人一多，吵架的人就更起劲了，眼瞅着要打起来了，我赶紧过去，我就先把那个男的抱住了。我不是正面抱的，有点暧昧，我是在背面，我这么把他一挂住，像个他的书包一样，我把他一挂住。他老婆一看她老公被抱住了，就开始偷袭她老公，打了好几拳，有点隔山打牛，都有点打到我了。我说老婆救一下，救一下。我老婆也从人群里钻出来，把他老婆也抱住了。哎呀，我觉得看热闹真的不要凑得太近了，朋友们，你很容易变成热闹的一部分。一堆人看着2口子背着我们2口子在这里吵架。他们在这吵的时候，我才听明白怎么个事。那个姐妹说，她老公打麻将还是做生意，赔了家里几10万，然后也不出去上班，每天就躺在家里面的沙发上面，就这还好意思抽那25块钱1包的芙蓉王。哇呀，这姐妹讲故事的能力太强了，有细节有情绪，真的好抓人，我都听进去了，没抓住人。她老公红着脸就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老婆真的就是能说会道，然后闪避也点满了，一个摇闪就躲过去了，打到了我老婆。那男的反应也很快，他基本上那个就是个连招，左手直拳接右手道歉。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该死，打死我算了，你们打死我算了。我真的，我这个脑子跟不上这么快的转折。我当时脑子里面还在想，我说，哦哟，这25块钱的1包烟确实抽的有点太好了，就是。我老婆就突然已经被他打了，然后他还跟我道了歉了，而且最可气的就是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跑到第1排说，算了喽，算了喽。我这下也没有办法打他了，我师出无名了，晓得吧？所以我就只能拎着鸡蛋，牵着我老婆，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句。我说：“你下次给我注意点。”我就回家给我老婆炒了3个鸡蛋补身体。每年3月8号啊，我老婆就说她现在这里胸口有点痛。她跟我说：“你好像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在乎的只有那点土鸡蛋。那土鸡蛋你保护的蛮好，你给它藏到花丛里面。”害怕冲突，但是生活里有些冲突无法避免。有一年夜里10点半了楼上还在搞装修，我老婆说：“你上，这孩子还要睡觉啊。”我就上去跟他们硬刚，为父则刚，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就像 A2 紫药 HMO 96倍乳黄金，真正硬实力，续航母源自护力。这个 flow 对我来说有点难。那你学习能力蛮强的，背了好久。赚点奶粉钱啊，你体谅一下。我要保护他，然后我就上楼了。我上楼这会儿，那个又没搞装修了，我怕我一冲进去，他说搞完了，那我又只能说，那你下次注意点啊。我想抓个现行，晓得吧？我就在门口一边等他们搞装修，一边开了一盘手机麻将，一边打牌的时候，其实我一边在构思，待会儿怎么吵。
因为我没有跟人起冲突的经验，我不会即兴吵架，我这脑子里写剧本呢。我说待会儿我先冷冷的给他看一眼时间，然后问这个点还可以搞装修未必，他肯定讲不出话。我再跟他说你这个是扰民的行为，我是可以报警的，但我觉得邻居一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难看。然后我用手指他一下，关了门，我像打了胜仗一样回去。他觉得我是个硬茬，我老婆夸我是个爷们，我的孩子为我唱起了父亲的赞歌：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别走了。这就是我当时打麻将的脑子里面过的剧本。我当时晓得 action 了。咚咚咚，我一敲门，门一开，很震撼。师傅手里拿把大电钻。我说行，等一下我就不用手指他了啊。但是该演的还要接着演嘛，我就恶狠狠的，我得给他看一下时间。真的不该打那一盘麻将的，我忘了把那个屏幕切回去了，我就恶狠狠的给他看了一眼我的牌。有画面了。他看了半天说，我不会玩这个呀，这。我那一下一看，哇，怎么是个麻将？我心里想，我在他脑子里是个什么人啊？半夜不会打麻将，跑上来问他是搞装修的。我那戏全乱了，我就像个人机一样开始重复同一句话。我说你可以别搞了不？可以别搞了不？你别搞了，你可以不？我就像那个杂技抛球一样，把这句话的主谓宾啊，在我这里倒来倒去。别搞了，可以不？你可以别搞了不？他看我这样，就像哄傻子一样开始哄我。他说我再搞一下就不搞了啊。这话能哄孩子，但哄不了一个父亲。我当时把门把着，哇！我说你再搞一下，老子就报警。关了门我就出去了。我在门外面，我都站在家门口，基本上我出了一身的汗。我真的很少跟人起这么大的冲突的。我刚刚可是跟他说的“老子”2个字，这话有点太重了，我觉得。他万一生气了，等下拿那个电钻滋老子怎么办？我的天！虽然这个冲突还没有发生，但我已经想好我的幸福退路了。他万一冲出来问我你是谁，老子你跟我说清楚，我就说你听错了，师傅，哥们儿，亲爱的，我说你要老子。太奇怪了。我有可能考虑联系警方，我是。然后我又开始在构思第2条退路的时候，我老婆跟我打电话了，她说你怎么还没回来？我说我刚刚差点跟人打起来，老婆，怎么样？楼上没搞装修了吧？我老婆说没搞了，啊，回来吧。我那一下才意识到，哇，那我应该是吵赢了。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奉行幸福者退让原则，但是那一天我才意识到，退让其实不幸福，吵赢了最幸福。我那一下好开心，我跟我老婆说，老婆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还得有个爷们儿？我老婆说是的，老公你真的好爷们儿的，你要那年3月8号也这么爷们儿就好了。谢谢大家，我哈曹。来，各位抓紧时间 ，OK 键确认，哈曹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哈曹，又是一个无比精彩的生活故事，全是细节，全是细节，这是哈曹的优势和长项。哎，今年3月8号提了吗？每年都提，因为这是真事嘛。你们就看了我这么多节目，你都网上有迹可查的。我这个人 real talk 喜欢。
keep real，keep real 啊。然后每次我就说，到底那个男的打你那拳重不重？因为当时确实是隔了一个身位了，他老婆闪过去了，所以他老公的手其实没那么长，就是碰到了一下，但是他没倒我老婆，反正。然后我就问他痛不痛，他每年都会模拟这个情节，然后呢给我好重一拳，每年3月8号我都要挨1头根，就一拳打到沙发上，每年都是打着玩，我们就是没有家暴这个，对，大家可以是家里抱一抱啊。就是这个段子以前在底下试的次数多吗？试的其实不多，然后确实高强度的来比赛，然后就把它写得更加精简了。我觉得确实比赛虽然挺烦的，但是能让你把那个段子写得更好，确实还是。有点作用了，确实。然后感谢编剧老师们，就是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奇思妙想。虽然我还没淘汰，但我特别想谢谢一个叫小马的编剧，就是帮我新说唱，我淘汰以后，他当时我去比赛之前，我跟他说我生日那天我要比赛，他说他会跟我祈祷，我说你记得祈祷。后面我淘汰了，我说你那天祈祷没有？小马跟我说他祈祷了，但他没有祈祷你晋级。我祈祷的是你保守一颗你爱音乐的心。哇哦！就是对，谢谢他。哎呀，刚刚聊的好像不是这个。没事儿，哈曹真的是一个内心极度柔软的人，超级暖男，特别可爱。因为脱口秀演员有很多赛道嘛，罗老师你知道？有没有一种赛道叫可爱赛道？有啊，有可爱赛道。对，但他在可爱赛道里肯定是金字塔尖的。对，卖萌的有，但是他是真萌。对，他不用卖，他是真萌。对，因为刚才那个老子那段就够了，那段已经进入到直接钻进了可爱赛道最深处。老子，而且他那个是童趣的，所以肯定最能打动你。啊，我觉得打动了。对啊，那个老子直接给我打了个洞啊，让我说真的是。非常喜欢那个，而且我今天感觉特别释放，因为，你去年闹188太子丑闻的时候，丑闻哪有那么深啊？就疑似丑闻疑似丑闻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些歹毒的话，然后后来作为一个50多岁中年人，我在家里惭愧了不知道多少次，然后后来我就喜欢上你了，但是他每次的表现给我个人而言总是可爱有余，然后作品的精致程度和好笑程度略显不足。包括你上次那个前女友情书那个，我也是听得超级喜欢，然后我就希望有一次你让我笑的失控，然后就狠狠地砸下去这个灯。但今天终于等到了，所以我心里得到的那个宽慰是既是为你的优秀表现，也是对我个人也是个释怀的事情，非常非常开心，谢谢你。可以啊，真的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好棒！而且我觉得，就是之前在那个屏幕上看他，会觉得好笑，但是我觉得这么多次看哈哈曹现场，我觉得他现场会比屏幕前还要好笑。是的。我觉得在舞台上最有效果的是反差，不管是反差萌，就任何的反差效果是叠加的，就如果你看到的。就是你感受到是一样的话，它是顺撇的。就你看哈哈曹是那样形象，可是他表现出是可爱的，是萌的，是柔软，是好骗的。这哪看出来的呀？卢老师，你少和罗老师接触，他是哪样的形象呀？一个人说我为你祈祷了，祈祷你保有一颗爱音乐的心。他会被感动，对，就这是他特别柔软的那一面，因为他拥有的只有那颗心了，就是成绩是目前没有。哈曹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第2季的每一个赛段，其实都是在展示自己又统一又不一样的一面。是我们在第2季节目里面看到了一个越来越丰富，然后也越来越柔软的哈曹。再次掌声送给哈曹。我很羡慕他这种细腻的情节和心理状态的这种描写。阿曹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傻子，曹哥就是讲故事的天才。曹哥的小表演呀、小表情呀，那种松弛感，给他的故事加分太多了。哈曹太厉害了吧，就是他会让我对这个脱口秀有敬畏之心嘛。很多东西就是除了哈曹，别人来不了。哈曹终于让我吐气了，我太开心了。他是一个暖男，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这个人是纯真的。哈曹在我心中是一个很温暖的人，长得也很好笑，说话声音也好笑，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又街头又顾家，是个好人，随和，感觉他很快乐。他是一个真挚的人，真诚的人。
就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他会注意那些没有发言的人和缩在角落里的人，可以说是他一手造就了我们上马这么好的氛围。我记得我2年前，我外婆去世了，然后我当时特别难过，我就跟哈曹说：“我说我外婆去世了。”他直接跟我打2个字，他说下楼。回到舞台，来2位，在哈曹的表演结束之后，小帕的这个分数很难超啊，288，但是他也记不了。我们来看一下小帕和哈曹的分数差是280，哈曹290。但是也很高了，差10分嘛。哦，都好。很好。哈曹，我上去了，要回到待定区，而小帕，我想问一下，小帕，你现在必须要在2位 top 里面选1位。啊，不用抽球了。啊，要抽球，哎，就2个。对了吗？对了吗？毛豆，好的，可以，加油，豆哥。其实都行，因为我看底下观众在喊何广智，广智，我就那就何广智吧。其实打谁我无所谓的，比他高还是比他低我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这一轮我能进了。在这个赛段，我们要看到小帕和毛豆的一场对决。毛豆大家太熟悉了，有观察生活的一双锐利的眼睛，什么都能被他看到，什么都能被他说炸。欢迎毛豆。谢谢大家，我是毛豆。选周杰伦多好嘛！真的，我比赛太难了，第4轮了，都没有素材，越来越卷。以前提到穷啊，只有何广智啊。前几轮这个比赛比的，高寒、瑞瑞、小四爷一个比一个穷啊。我说我参加的是变形计嘛？就我这个体型，我在台上讲，我从小可穷了，没有人信呢，真的。全都穷，只有呼兰哥和徐志胜在到处问别人要不要资金周转，真的。没素材逼得我有点失心疯了，真的。我爸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他出车祸了，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前提好啊。你展开讲讲。他说没事，就前2天被车刮了一下，那个人怕我是碰瓷儿的，赔了我800块钱。其实我一点事都没有，给我爸乐坏了。我说啊，一点事都没有吗？那你这不就是碰瓷儿吗？我家真的不算穷，我家01年就买车了，12万全款，真的。哎呦，真的，幸亏我爸出手果断，第2年就买不着这么贵的了。
我爸是把本来攒着买房的钱就买车了，很难想象那个年代面对着家里的阻力和压力，我爸用了多大的魄力才做出这么没有智力的决定，真的。他成立了一个营运的 studio， 他是主理人，就是开黑车，是一个 underground 的 driver。我爸说他2年就能把钱挣回来，这台车只是商业帝国的起点 ，studio 接的第4个 case 就被交警控制住了，帝国覆灭。真的，我爸据理力争，交警在那通报说这有个人在这开黑车，我爸说我这是个白车呀，交警说好嘞好嘞，哎，这有个精神病在这开黑车。后来就不干了，每天给我妈那个服装店来回拉衣服，每天负责拉布布。别人看见都说：“哎呦，家里有车真方便。”我妈说：“对呀，家里要是有个家就更方便了。”一直到去年，我爸一直都开这个车，他在那个车里抽了24年的烟，车里的爹味有点太重了。我现在在上海想家了，我就打一辆特惠快车，真的。臭车是我的乡愁啊！我爸正在车底下修车呢，我给他手刹松开了，我就应该有创伤，我差点撞死我原生家庭，真的。我小时候还觉得那个车挺大的，现在那个车我要想坐进去，那驾驶员就得出去。我爸比我轻不了几斤。去年我回大连，我爸来接我，我和我爸只能进一个。我们在停车场研究了半天是保大还是保小。后来我使劲塞进去，他都挂不上档了，那个档把在我这左下腹。我给肉抬起来让他挂档，我俩给车都塞满了，像午餐肉一样，真的。有次我妈开车，我爸在副驾驶，我在他后边，那个车都歪过来了，前面摆那个财神都斜着点头了。我妈给方向盘一松手，车原地就开始转弯了，真的。我偶尔也开那个车，每次开都有一种骑在一个老头身上的感觉，他每个零件都在叫唤。他是个 SUV 啊，现在已经是 AUV 了。我一上车就是哎呦喂，哎呦喂。完全驾驭不了，转向系统都老化了，方向盘你得使劲拽才能转弯，转向灯只能左转，这边右转的按下去它就抬起来，那个车跟郭碧婷家一样，这不只有向左。这个有点想开。去年我爸说左转的也坏了，我说那就别开了，开出去只能开直线，这哪是车呀？这不是狙吗？这不是。现在手刹也坏了，手刹也是，手刹停车嘛就往后溜车。大连这个地方除了山就是坡，你知不知道？停车得拿砖头塞在那个轮胎底下。前年我回家看着我爸在地上找砖呢，还跟我打招呼。我说你干啥呀？他说我停车。我说哪有车呀？他说啊，他车我刚停的。哎，我车呢？我家车溜没着呢。他去追，我就在后边喊：“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咋不行？弃车保帅吧？真的，感觉那个车在唱歌是吧？下个路口再见吧。”后来就把砖头放在那个扶手箱里了，扶手箱里拿着比较方便。后来有次出去办事儿，一停车那个保安大爷特别狂，老远就来，这边让停。这边让停，去那边，那边停。我爸也没听着他喊啥，下车就拿着块砖头。你说啥呀？他就说你停那儿，停那儿吧，停那儿。00几年刚买的时候，那时候就我家有车，真的特别骄傲。那个时候我爸每次开车来接我放学，同学们都在校门口，我就开始演，哎，我爸爸去哪了？我爸爸去哪了？啊，我爸爸在车里呀。我也不走，就站在车旁边，挨个问同学走不走，送你啊，走不走？哎，你住哪？火车站走不走？火车站走不走？确实有些东西是在基因里面的。我爸就骂我臭显摆，什么玩意儿，真没有出息。他还骂我家到学校总共200米，真的，总共200米，车都不用掉头，是吧？直着开过去，倒车我就回家了，是吧？他非得拉着我围着小区绕一大圈再回家，见着熟人就哎老张，对，12万，原装发动机，我送你回去啊。老张懵了，你是谁呀？我问你了吗？我姓刘啊，他说。路过公园，我爷爷正和人打扑克呢，在那看见了就骂他，你看我儿真没有出息，买个破车到处显摆。你们有车吗？一会儿我让他送你们回去。
现在这个车真的毛病太多了。我上次开那个安全带还解不开，系上之后解不开了，打电话问我爸，我说安全带怎么坏了？他说对呀，安全带坏了，你开车自己注意安全啊。雨刮器是最神奇的，它那个两个雨刮器啊不同频，下雨就感觉有2个人在我窗外击剑啊。他自己给修好了，修好之后不击剑了，也不刮雨了，下雨他妈刮2下就翻起来了，我感觉那个车在求雨啊。我爸说他现在一听声就知道这个车哪坏了，开着开着嘎啦嘎啦嘎啦响，这就是变速箱坏了；开着当啷当啷当啷当响，这就是那个底盘坏了；开着个嘣一声坏了，他也不知道哪坏了，他想下车看看吧，也下不去，安全带坏了。而且车老了，每个部件的缝隙都越来越大，都特别大。我爸本来那个车座底下藏了3000块钱私房钱，也不知道掉到哪个缝里了。20年底，我妈服装店倒闭，想给车卖了。车贩子说：“你这个破车最多就值2000块钱。”我爸说：“那低于5000我们不能卖啊。”车贩子说：“你这个破车哪块能值3000块钱？”我爸说：“我要找到哪块能值3000，我2000块钱就卖给你了。”16年他还捡便宜给那个车装了个2手的中控屏，太次了，那个屏幕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是不是？他来接我，那个屏幕一亮，给我吓一跳。我说：“爸，怎么接我还开计价器了？收费啊！”中控屏用了2-3年就开始卡了。19年我第一次相亲，拉着个女生，我也紧张，我想放个歌，那个倒霉中控屏我玩命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就接着开车。过一会儿屏幕自己开始动了，吓那个女生一跳，说：“你车里是不是不干净啊？”我以为他说车上烟味呢，我说对呀，我爸整的，说叔叔也在车上呢。但是我每次跟我爸吐槽这个车，他都说啊，咱这个车虽然老，但咱是日本原装发动机，有啥不一样吗？该坏不一样坏啊。中国发动机坏了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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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原装的坏了是哈基米马西达，斯密马塞。还说什么日本匠人精神，我爸比他们匠多了。他上次那个车都在路上都抛锚了，还在那日本上原装发动机绝对没有问题。我说20多年了，什么破发动机啊？我爸说你说什么？他那个眼神好像在问我，你怎么能这么跟皇军讲话呢？18年我退伍回来，想拿退伍费给他买个新能源的车，他又是原装的坏不了。他说发动机就是什么日本匠人的良心。车老抛锚，他老让我下去推，拿我当牛马呀。他不想用新能源，他想用牲口，真的。我爸说他当年买这个车就冲着这个发动机，他现在都有点反制了，跟我说发动机就是越老的越好。我说那最好的发动机就是瓦特发明的那1台呗，是吧？真的01年上海房价才3500，我爸12万买个发动机，我爸脑子是真瓦特了。这2年他开的比较少了，车基本上停在那儿，也没人修，也没人洗，碰瓷都不碰我家车，碰完还得洗衣服着呢。洗车基本就靠下雨，雨越大洗的越干净。去年大连下了场特大暴雨，小区都淹了，洗的特别干净，都不知道飘哪去了。我站在楼顶好顿找啊，老远就看这个车越飘越远。我说完了，这个日本原装的发动机是不是要回日本啊？他雨刮器还在那招手呢，撒尤那拉。车泡完水之后，也终于是就是彻底报废了，也开不了了。正好我也在家，一块跟我爸去办的报废的手续。就在给我递棒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你别看你这个车不大，都快2吨了。”我以为我爸又要说的那个破发动机了。他说：“对呀，车是不大，但是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都在里面了。”工作人员说：“大哥，那我懂你，但你和你儿子先下来呗，就是，你俩得有半吨了呀。还有你这个砖头是干啥？压秤啊？”最后我俩在那个报废厂看着那个车一点一点的被拆解、压扁、运走，好多人生的回忆都涌上来了。我没见过我爸这么难过。他说：“孩子啊，妈，我那3000块钱也在里面呢，是不是？”谢谢大家，我是毛豆。太大了，他自己把自己占满了，感觉打那个玩具枪，哒哒哒。对，塑料的那个弹珠。毛豆的锁票倒计时。谢谢老师，很多的细节，然后最后其实是一个温情的故事，对，特别的好。大老师在哪个点拍的？每一个点，毛豆只要上来就想拍，毛豆在我心目中就是神。我觉得就是说从头到尾他讲了好长一段，
但是这个包袱总能一直翻，哇！毛豆自个儿翻不了跟头，但是这包袱能一直翻哈，真是好棒啊！后边我还说毛豆从来不煽情啊，从来不会往这边讲。后来讲到爸爸那块儿，我还要怎么着呢？结果回到3000块钱那块儿，我觉得不往那边讲，反而是脱口秀最大的深情。就是那种，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踩着他心中的那个线，是的，对吧？那是一个最深的深情，我觉得特别棒啊，特别棒。谢谢。我觉得毛豆就是脱口秀轰炸机，给我炸废了已经。然后我会觉得发动机那部分再精简一下。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但那个结尾我非常喜欢，略有情绪往上走，然后啪3000块钱又回来，完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闭环，很漂亮的一个结尾。谢谢罗玉老师。就是毛豆也有他自己的生活流，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生活流汗啊，主要是流汗虚。春有什么点是打动你的？很多好玩的小细节，像溜溜梅啊，然后溜溜梅太炸了，溜溜梅是我的点。当然，我觉得最感动还是后面讲的那个，就是承载着一家人的这个回忆。我觉得可能每一家人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老物件。对，因为我爸以前那个车是自行车，就是以前有一阵老丢自行车，你知道吗？就是老被偷那个。我爸上了2把锁，上面写让你偷。再一转天看见3把锁，那小偷写的让你骑，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季脱口秀节目好看的地方，打着就变成了老友强者对抗，老友啊！来，另外一位强者小帕，小帕和毛豆在他们的表演全部结束之后，2个人的票数差会有多少？太强了，怎么都这么厉害？差20。哦，谢谢。我们第4赛段这是怎么了？原本的起始发动的 TOP 5都没保住，抱歉，毛豆，你得进入到待定区。OK， 我们恭喜小帕，谢晋级半决赛。太棒了，往决赛冲吧，小帕！太好了。恭喜！打到命嘛！应该了。哎呦，来，你也来了，我也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装修。今天这篇你给自己打多少？20分吧，30分。最差的一篇稿，飘低呀，不喜欢。现在心情是什么？可能观众就希望我，就是那种情绪的吐槽那种东西吧，可能不应该有所谓真情实感流露这种东西。好多人生的回忆都涌上来了，我没见过我爸这么难过。他说：“孩子，观众就喜欢看我蹦起来吐槽一个东西，不理解一个东西。”那你下个赛段还会尝试这种真情实感？不会。毛豆今天这场演出是非常珍贵的一场演出，他认为的脱口秀就是要爆炸，就是要好笑。他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的这个原则，一个人对自个儿职业的原则就是对这份职业最深的深情。但是今天他居然还是说了，我就知道他跟他爸爸这份情啊是有多深的情，要不然他一定自个儿就给筛下去了。我为今天的所有的没有感受到毛豆今天这份珍贵的人感到可惜。在这一组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人小组的排名。哇，在所有的朋友比赛结束之后，待定区的朋友们，我们是拉总榜，然后有8位会进入到半决赛。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帕、哈曹、毛豆、秋瑞。各位，欢迎大家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4赛段比赛继续。马上就是下一个4人小组。
这位朋友虽然是新人，但是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东北小镇，也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但是每次来上海，似乎这个大城市都给这位中专生带来震撼。掌声欢迎小齐。嗨，各位好，我是小齐。我还没习惯你们的热情啊！我来上海真的挺颠覆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时尚的一个人。谢谢，我知道了。因为我中专毕业就在理发店开始打工，你知道当时太潮了，头发青一块紫一块，大家给我外号叫做小大张伟。青一块紫一块啊，回来。当我来到上海，我看到那真正的时尚宠儿，我看到他们，我会自卑呢，我会紧张。那天我碰到一个哥特美女，问我说：“你有没有火？”当时我特别紧张，我说：“我给你买一个去。”但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了，对吧？再问你说你有没有火，我说等节目播了的。播了还是没火。啊，谢谢。哦，你们真有情商。很多人说上海排外，我觉得没有，这不到处都是外国字吗？外国人来了走不丢，我一个中专阅读障碍总走丢。你们都想象不到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地儿，就是因为那个牌子呀，跟我朋友发的那个英文店名对不上，牌子是大写，手机是小写，我就找了3圈，我给我自己蠢笑了，我感觉上海排中专。真的，我觉得我们不是蠢，我们就是性格纯良。但我不是真正的纯良，真正的纯良是国民白酒。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良酒，好喝不上头，不排外，更不排中专，让生活更开心。但是上海的生活其实也有一段不开心，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女孩一些感情生活，没想到中专还有感情生活吧。我挺自卑的，因为她特别时尚，我俩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我俩已经一起手拉手逛黄浦江，她靠着肩膀看《再见爱人》。当时我觉得我恋爱了，但她说我们在 date。我听到这个词一点也不伤心，因为我没听懂这个单词。我们中专也叫纯中文专科。而且我还是个东北人，东北没有这些概念，你知道吗？东北只有说什么处不处。date 是哪个阶段？我妈总问我，都没法跟她解释，你知道吗？我妈中专都没上过，我要跟她说再 date 她得你逮她干啥呀？我觉得上海很聪明，你懂吗？就把很微妙的东西翻译成英文，就变得很体面，对吧？搞暧昧 ，date， 瞎溜达，你们也知道啊。天天搞暧昧、瞎溜达，还骂人 ，rapper。什么呀？替哈哈槽出气。date 真让人很有危机感，因为我查了，这里面可以多人 date。后来我想，我俩应该是1对1，因为多人他应该说是 dates。我懂点，但也会乱想。我每次约他吃饭，他说没时间，我总感觉他跟别人 date。你也不好意思直接问，说什么你前面还有几桌？我特别希望能有个盼头，在家等那随时有个声音通知我，就那 A21。date 的对象，请您吃饭了。我真的很想快点转正，所以我对我自己很有要求。我觉得他可能喜欢我的幽默，不然他图啥呢？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每次约会咱至少24个梗，我笑死他。
我让他知道，不只有西方的约会文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24孝。但真的很难，上海对我来说太陌生了都。他领我去吃饭那个地方，某印良品，我都不知道这个杂货店能吃饭。上海太奇怪，我很紧张，他特别好，主动点单找话题，点了一个生火腿温泉蛋凯撒沙拉，比英文都难背。他说我平时的饮食就这种白人饭，哎，你呢？完了，中文也听不懂了。凭啥叫白人饭？某印良品不是日本的吗？有美军基地就叫白人呢。东北的中专生都爱国。东北战狼。不怕你们笑话，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麦当当，但那帮演员说这是黑人饭。我说我老爱吃了，我很难受。我虽然不知道什么白人饭、黑人饭，但我知道白人贩卖黑人。发现没法交流，他说的我不理解，我理解的我不敢跟他说。我咋说？他说我喜欢白人饭，你呢？我说我喜欢黑人饭。主人奴役我。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只能在疯狂的吃，然后硬生生的夸赞食物。我当时情商高的跟何炅老师一样。就是那种吃一口然后哦，哎，谁说这火腿生啊？这火腿太棒了。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饭其实不好吃。我从他眼神我看出有点浮夸，我开始强行找话题。我看那生火腿温泉蛋沙拉，我突然脑袋一抽，我说：“那凯撒呢？”他说：“凯撒是酱。”啊，你看，不愧是日本呐！你看，凯撒大帝来了都变成了凯撒酱。疯了，今天疯了，神经病！谢谢你们笑了，还好他也笑了。那是那天24笑的第一笑，嘲笑。我以为是嘲笑，但他笑完突然说：“你还挺可爱的。”完了，要被奴役了。后来确实我们都在一起了。别磕不甜。我们每刻都在试着跟对方共情，但是从来没有同频过。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说了一些我中专听不懂的话，然后就走了，说什么鸿鹄燕雀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说这些鸟话。可能是有些鸟注定要飞走吧。我希望天高一点，所以拜拜。我是小齐。来，小齐的锁票倒计时。行了，小齐，可以啊，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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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会知道，小齐其实在我们这一季节目里面的过程是高高低低。哎，第一场炸翻王炸，炸翻；第二场一般，甚至于第三场是以比较低的分数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赛段。今天又有这么好的表现，你自己的心态变化大不大，小齐？大，我其实挺羞愧的。我第一期说中专生心态就是好，然后第二期我说这么多人期待我可咋整？你知道，就我从小没有经受过这么多人期待你取得一个好成绩。
他们都希望你及格吧，对吧？所以会有点心态影响。这期刚刚就把心态扳回来啊，所以特别感谢就是校妈的朋友们，然后支持我，然后鼓励我，所以心态放平了。谢谢你们，而且谢谢你们支持。是不是回来了？回来了，完全回来了。其实今年松弛很大原因是因为观众看完之后跟我很多评价，然后一直在夸我。我说我有那么好吗？你知道那种感觉？谢谢你们。小齐，我问你个尖锐的问题，因为你今天表现太优秀了，我觉得好话没有那么大必要。啊？因为我去听过你专场，那个感情结束的时候没有伤感的部分，就高高兴兴往下走啊。你刚才故意收了一个稍有点伤感的，还说什么有的鸟什么，就希望那天空高一点。我想要给这个段子一个完整性。哟啊，哎，可是你听上去你的感情非常不完整啊，就是感觉还是有些创伤啊。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情。我在这儿，我特别感谢我的女朋友，因为她特别大度，让我讲这段过去。非常棒，看得很过瘾。因为春春，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舞台型选手的人，对他的表演太好了，而且我们那个小团队开会的时候，我老模仿他。哪个动作？来，我老这样。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老这样。春春老师一定要小心点，刚才我这个时候我脖子抻到了，我现在特别怕我脱发。会的。他这个特别适合搭黑车，走啊。太洗脑了。除了那个刚才春春讲的，他会动脑袋一下，我觉得他最后那个结尾那感觉是很好的。我也喜欢。就是你通篇一直有一个特别顶的那种笑，然后最后有一丝温情又收回来，我觉得特别好。我有个感觉，就是讲一个比如孩子从小的城市到大城市漂泊，然后两地那种差异的感觉。我迄今为止听的最好的3段，之前 Kid 有一段，高寒有一段，还有今天小齐的这一段，就他其实没有讲老家怎样，上海怎样，但他讲了处处都是差异，是处处都有那种小小的让你内心会有唏嘘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级，我很喜欢。冠军，再次掌声送给小齐。再跟来，小齐休息一下，那个沙发还能坚持坐一会儿吧？没问题。现在开心了怎么都对啊。满意的是比之前更松弛下来了，就是更接近我线下演出的状态了。我这个状态全靠这些观众啊，每时每刻不间断的来鼓励我，不间断的说我好。干这个行业就是希望一些正反馈，大家都这么捧我，我得努力，我得调整好自己。然后小齐终于回来了，他特别像李白那种路子，喝完这口酒，我一下我就探出来了，这个气场开了之后，他怎么后边都是对的。马上这个4人小组要出来的朋友，一位老人，快哥，应该怎么叫？参赛多年，今年第一次进入到了第4轮，引起了行业的震惊和质疑啊！对，让同行们完全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今年节目块哥拿大王，我就把上马给小块。来，如果块哥拿了这个大王，我所有的综艺资源全部推给小块。谭大狗之前说过，我今年要是拿了节目的冠军的话，他就把他的俱乐部给我。哈哈，脱口秀的格局和版图将重新洗牌，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吧。哇，都是我的囊中之物。这都是假象。然后我在福州呢有一些的酒厂，还有一个小房地产公司，我把我的产业都给买了。块哥今天拿节目大王，高票压胜块哥。老师们，接下来要是第几场？第3场。这场反响怎么样？注意力其实有点涣散了。二人间吃饭了吗？哎，这没吃，都是我的囊中之物。掌声欢迎小快。好，大家好，我是小快。
还行还行啊。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啊，因为比赛到这个程度，所有人都在发愁，写不出来稿怎么办？演砸了淘汰怎么办？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到处问，哎，我要是拿了大王怎么办？啊、当时他们的反应比你们要热烈很多，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啊。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5年前我第一次上节目，讲了一个拆二代的段子，之后总有观众问我为什么不再来上节目。其实我每年都来啊。感觉就像没有来。我的地位是脱口秀如来。也会有一些火眼金睛的观众发现我如来，他们觉得我不如不来啊。确实，在很多观众眼里，我就是一个实力欠佳的选手。但如果大家换一个角度，在选手眼里，我是一个最理想的对手。你们想一下，参加这个比赛，老选手实力强、粉丝多，不敢打；新选手攒了那么多年硬段子，不好打。这个时候扭头看见我在旁边，一脸兴奋地问别人：“哎，我拿了大王怎么办啊？”当时眼睛就聚焦了，目标也清晰了，咽着口水说：“还得是我快哥啊！有资历没能力，来自北京的老 baby。”最难得可贵的是，出道5年还没有什么粉丝，你就知道淘汰小快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大快人心。只要你在挑战我之前再多说一句话，小快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演员，不仅能赢，还能赢得体面。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手，可遇不可求到什么程度，连刘仁成都想选我。他跟我参加的都不是一个节目呀，啊！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啊，跟我这些年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年节目，我前面那个选手讲的巨凉无比，凉到什么程度？我看他的时候也聚焦了。当时那个场面，任何人上去让观众笑1次，直接晋级。我上去以后，观众笑了3次。第1次，嘴瓢了；第2次，嘴瓢一着急忘词儿了；第3次，忘词儿一着急，跟这个提词器说：“你给我往下拉一点啊，季老师。”对手晋级以后啊，心悦诚服，拉着我的手说：“神了，还得是我快哥。”也是在那一天，我终于意识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我说了啊，我其实是脱口秀之神，不太敢相信。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经常有观众看完我的演出之后，会发自肺腑地说：“小快真挺尬的。”哎呀，这是怎么来这个？把这个灯开了吧？你想拍？我真拍不了这个。是不是又有这种感觉了？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因为脱口秀之神他不是最好笑的，好笑的那个叫大王，但是大王他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而脱口秀之神只会用尬的 bless you。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了我。其实我对这个行业的贡献啊，还不止于此。确实，普通观众看我就是觉得尬，但是你们要想，如果是一个热爱脱口秀，但是因为怕尴尬、自卑、脆弱、敏感的中专生看到了我的表演，他得受到多少鼓舞，心中难免会燃起一个想法：讲成这样，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啊？脱口秀就是以这种方式开枝散叶的。我在脱口秀界负责打窝，你知道吗？打窝好，每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我就是美人。而且这个不是我编的啊，不是我编的。当年在北京，邱瑞、童漠南、徐志胜都是看了我的精彩演出之后，才毅然决定拯救这个行业的。去年我没有参加节目，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很多演员都选不到心仪的对手，他们只能招更多的人来参加比赛，人越招越多，最后弄成2个节目了。为这件事儿，我自责了1年多呀。神和人一样，经常自责，也是一种病，神经病。就这个梗，又会鼓励到很多人。今年我重出江湖，行业震荡，有一个俱乐部老板请我吃饭，跟我说，快哥今年上节目，能不能 PK 我们的签约演员呀？可笑，竟然想以凡人之力左右神明啊！这真挺好玩的，真挺好玩的，我没见过。我当时就拒绝了他，我说我今年还打算拿大王呢。没想到，他竟然非常支持我。他说：“你要是能拿大王，我把俱乐部都给你。”我也没想到支持的力度这么大。更令我意外的是，支持我的俱乐部还挺多。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今年拿了大王，我将得到长沙校门、宁波蓝梗、成都过载、大连会校、云南不止、苏州莱塞、青岛上课、武汉开饭、上海四校高校、沈阳搞笑圈、杭州会说笑、福州福利社、北京喜番加密以及效果文化的全部股权。一场豪赌。那我们现在投资了呗，开了。那我们先，投资好。坦白讲，我对拿大王这个事儿，本来看得很淡。我现在就是想看这些资本家颤抖的样子，你知道吧？第一轮我晋级以后，他们说侥幸；第二轮他们疑惑；第三轮我去神了。很多俱乐部老板已经开始慌了，跟我说：“快哥，你今年不会真要拿大王吧？”只有效果的老板镇定自若。说大家不要慌，相信我，小快一定过不了这一轮。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我当时就感觉资本要给我做局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啊？有。那咱们就一起做局资本，好，洗牌这个行业格局。而且我告诉你们，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办事向来体面。如果我拿了大王的话，不会亏待大家的。到时候我手底10几个俱乐部，你们看演出要是再花钱的话，我不是人。坦白讲，刚才说出这番话，我也曾经犹豫和彷徨过。就是这样公然的跟大家要票，是不是对其他选手不太公平？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这些选手，他们有的人天生就比我聪明，这公平吗？有些人长得就好笑，这公平吗？有些人在比我聪明并且长得好笑的同时还出身穷门，这公平吗？那我拿自己的钱给家人们谋一点福利，怎么就不公平了呢？太爽了！不行，快给我进半决赛了！冠军！
还有一段呢，还有一段呢，还有一段呢，不用了。而且大家也知道，脱口秀这几年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我在这儿可以郑重的做出承诺，如果我今年当选了脱口秀大王的话，你们可以把对这个行业的改进意见全都发给我。别的不说，咱们一起 make comedy great again。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咋接呀这？大事不好了，朋友们！来，各位，想改革这个行业就投票给他。打彩票！来，小块锁票倒计时。朋友们，我们笑团的先不发言。我想问问，有哪些主理人特别想说点什么？小块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脱口秀演员。现在晚了，对。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行业会覆灭在他的手里啊。God bless you。小块老师已经从昨天正式入股了成都过载。因为我们最近亏损的非常严重，他说他能帮我们支付一部分，没想到是用大家伙一起集资给我们支付。大家可能看到那个会笑喜剧今天变了，因为答应那个小块老师的是大连会笑喜剧，我今天代表的是青岛会笑喜剧。那你说说你的态度吧。就是青岛会笑喜剧现在就可以归你，因为青岛会笑喜剧有点干不下去了已经。我看看报表再说，好吧。哎呀，他真聪明，他根本就不傻。是这样的，张老师，今天代表开花坐在这里的是开花的财务。那什么，他性格比较内向，你知道吧？不要难为人，好吧？他是爱人啊。最多1个月12万，负12万。然后今年的话亏了30多万。爱人，别逼他说话了，对。那您揽了这一大堆是债呀，这是啊，老师怎么入股亏了？我想听一下我们优秀的编剧老师是如何评价这段竞选筹款演说。就是非常疯狂，感觉。Crazy boy， 所以让人感觉非常震撼，就有种玩疯了的感觉。对。其实小块这个是我听了好多遍的，然后我今天还笑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完全被小块圈粉了，真的，所有人都期待你登顶的那一天。小块老师这个被叫上去了。来，程璐，我很高兴加入小块的公司啊，这个。你看，这是老员工知道什么是拍马屁啊！提前入职，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罗老师，这叫什么脱口秀？脱口秀川普。前天在北京，我去看了童漠南的专场《寻找王医生》。昨天跟前天晚上，他都是开场嘉宾。对，他等于是你今天才到的吗？我是昨天2点到的上海，夜里2点，对。所以他特别松弛。对。但是那个演出是一早就答应了吗？一早就答应了，当时没想到进到这一轮嘛，也确实是。这点也像川普。但是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想到进到第4轮，反而越比越放松了？他不是放松了，这是放疯了已经啊！这是个风筝，现在小块是吧？别瞪着他点啊！到半决赛，应该他和俱乐部老板都紧张了，真的是。然后到决赛就不知道会怎么样。我觉得小块啊，他就跟看这个星空一样，好多人像星星一样，但是我们小块现在是整个天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别人再闪耀，没有你闪你的，我是整个天空，我罩着你呢。小宇宙啊！你已经不是小块总，太厉害了。其实小块用的这个方法挺有风险的，就是因为他在有点像竞选演说，然后他在直接拉票
这种事儿说好了就能有炸的效果。对，但是如果要是说不好，它有可能是个双刃剑。对，但是小块做的真的了不起，感谢。所以各位，刚才这个4人小组是不是上一个炸一个？但是既然是比赛，就要有结果。小齐回到场上。我想看，开的真好，开的真好，输块哥不丢人了。小齐和小块票数差是。块儿总怎么了？二哥，男孩子没干过自美呀！朋友们，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是不是也照顾一下分数高的那位朋友的情绪？小齐赢了都已经。黑幕。来，块总，请回到等待区。小齐继续等待下一位朋友。它其实并不像一个以前那种传统脱口秀，它其实是有点像讲脱口秀演员的从业的心理。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你的认识还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讲这个就不太好。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讲这篇稿子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契机。哎，块哥那块给我吓坏了，我以为他要把我打死了。我当时觉得把块哥要买下，他这脑子真的很有创意，他把脱口秀又来了一种新的玩法。很多人说这个小块讲的是内部梗，其实他讲的不是一个内部梗。他讲的是一个很滑稽的东西，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异想天开，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没有这个获胜的条件，然后他怎么去达成他的目标？他是那种把微观小事强行宏大叙事，就有一种在显微镜下我是蚂蚁之王的感觉，还挺喜剧的。小块本来说他拿了冠军，收购笑马，然后李伟胜就归我管。他笑马就归我管的，我本来说满票给他。我一开始跟他说我管不了这么大一个俱乐部呀，小块说你就管伟大爷一个人，你看你就没当过领导。我说啊，只用管一个人。他后边玩的还挺有意思，我们都愿意成为这个疯狂中的其中一员，这一点很重要啊。有一些人光是自己失心疯，别人看着他莫名其妙，还怕那个疯到洒自个儿一身血。但是这个小块今天疯到让我们觉得希望跟他一块儿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冠军大王，冠军！整个的表演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观众是理智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表演风格很松弛，但是内容劲儿不小。掌声欢迎张俊。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谢谢2楼的观众，你们好，谢谢，这是我妈妈的作品，我会向她转达你们对她作品的喜爱。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很开心能够见到大家。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最近交往了一个男生，她非常喜欢。我问她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生很破碎。我说啥意思？他是商鞅啊。上来就搞这个啊！我对破碎男没有意见啊，好，我有一点意见。有些男的，我感觉他破碎是装的，就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吸引人家注意力了，所以只能利用同情心，那就是装的。看见姑娘走过来就往地上一躺，其实我原生家庭特别不幸福。这是你装你。嗨，你要真的去拯救他，你试着拯救他，你会发现他压根儿救不起来，因为他的破碎是装的，你叫不醒一个装碎的人。但是你可以相信他，
打开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边的茄黄就行。汤底浓郁，酸甜鲜美，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破碎这个品质不需要努力才能达到，它要求你集齐所有恶习的同时又一事无成。这很简单，你想破碎你就熬夜，你就喝酒，你不用在店里喝，你在马路边喝，你打车去上海街头5米能看到10个。你要破碎，你工作能力要差，你最好不要有正经工作。破碎难倒是还蛮看出身呢，还蛮看出。如果你是学电影、哲学、艺术，你毕业以后定向破碎。你要再搞民谣，那你太破碎了。你搞民谣，你是万岁爷。可是他贴心，他体贴，他善解人意，最重要的什么？他没有直男癌。我说前面我都信，但是直男不可能没有直男癌，无非是癌细胞多少的问题而已。每个男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都别装，都别装。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父权是一种核弹，它炸了以后，每个人体内都有辐射，没有人可以熄灭的。有些考公大省辐射太强了，有些考公大省那就是父权的切尔诺贝利。我那辐射太强了，那些地方。我上次坐高铁经过这个省，我出来以后想生个儿子，给我吓坏了。我一直开到上海，喝2杯咖啡才缓过来一点。经常被核弹炸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在这片废土上面，基因会癌变，癌变的基因会遗传。如果你想知道你有没有直男癌基因，你就往上查。就如果你爸是男的，你就有，肯定有。我查了一下，我爸就是男的。奇怪的很。癌症嘛，就是早筛查。我是90年代末期出生的直男，我的直男癌发现的比较早，属于是1期癌症，可控。我现在每天要抑制癌细胞扩散，我刷一刷小母书就好了。别人说你怎么老看小母书，我吃靶向药呢。再早一点出生的可能就是直男癌晚期了。就之前有一位女导演的女性主义电影在北大放映，然后有个男教授在台上评价女导演年轻漂亮，这种就是直男癌晚期了。一般医生会建议你放弃治疗，就是想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吧，你等他死了就好了。但网友们没有放弃他，当时网友们用大量的脏话去治疗他，算是一种化疗。算是化疗。就是你早点注意的话，你不一定有直男癌，你可能只是直男炎，主要症状就是老发炎，懂不懂都有一番高见。这种盐系男孩说话喜欢滔滔不绝的，听我说完啊。觉得自己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你们懂我意思吧？喜欢预测未来的，哎，你们以后就懂。我不是圣人啊，我并不是圣人，我有直男癌。为了不让身边的人不舒服，我有的时候会试图隐藏我的直男癌。比如我女朋友很喜欢在地铁上看好看的女孩，她很喜欢看辣妹，她每次看了以后都会叫我一起，她说你看那边有个辣妹，她好好看。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把头先抬起来，先往反方向看，再看正确的方向，永远这样，先往反方向看，再看正确的方向。为什么我永远知道反方向在哪儿？因为我知道哪里是正确的方向，我早就发现了。我怕他生气，我不敢直接看。他发现辣妹，在我看来就跟慢动作一样啊！你看那边有个辣妹。我在地铁还没进站，一个虚影晃过去，我说那肯定是个辣妹。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害怕他生气、嫉妒，也许是因为我把他想象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我潜意识里认为他和那个辣妹围绕着我形成了某一种竞争关系，这反而暴露了我的直男癌。原来我是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脆弱男宝。我想说的是，
就人类在近百年才意识到了辐射的存在，但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死于辐射过量。1898年，居里夫人首次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居里夫妇因为长期暴露在放射性环境下，1934年，居里夫人死于白血病。但是早在1906年，居里夫人的老公，也就是居里，死于车祸。这个和我要说的没有关系，我只觉得居里这哥们儿死的挺有意思的。他甚至不是死于汽车祸，是马车祸。还有一个死于马车祸的是商鞅。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我一直以为居里夫人的名字就是居里，后来我才知道，居里夫人遭受了2种辐射。居里夫人遭受了镭辐射，而玛利亚女士在遭受了父权辐射的影响下，变成了居里夫人。听我说完啊，父权对我们的影响是难以察觉的，你们懂我意思吧？但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就是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哎，算了，你们以后就懂了。我去消炎了，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张俊这边好，走。张俊索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张俊，谢谢大家。我觉得他这个本子足以让所有的编剧都感到紧张。对，在这个创作里面比较难的是，就是我不确定观众会不会笑，因为他确实有点可能过于触及到那些有点微妙的那些东西了。哎，张俊，我想问你一下事儿啊，因为之前你说你要去上学了，是不是？是，等我那个。可是你这次一次比一次演的又好，又特别棒。那是不是想留着，就是说这时间再多去说脱口秀啊？去上学其实也是为了能更长久的说脱口秀，因为我的素材库快空了。我希望可以一直讲脱口秀，所以我需要补充一些我的素材。哦，充电啊，哦，就是多一些人生的阅历，对不对？对。我承认他讲了一个其实比较难以把握的一个话题，但他讲的非常的好，在于有一点我很被打动，就你说看辣妹。我很怕你就停在你说你为什么知道相反的方向，因为你知道正确的方向，然后就仅停落在那儿，那样我就会觉得不舒服。但他最后的落点就是他会认为我们2个女性可能是围绕他以为他是世界的中心。那一刻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觉得能够被尊重到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觉得是很巧妙的一点。是，就是问我算老几吗？所以张俊今天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段很难的，而且很难接，前面那么炸，内容很难的脱口秀表演，再次掌声送给张俊，厉害！谢谢。小齐先生，请。这是一个4人组，张俊是4人组里面的第3位。这个是没文化脱口秀和有文化脱口秀的巅峰对决。没有。张本科跟小中专也是给我证明啊。我们来看一下。小齐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票数，285。张俊，观众给出来的票数，有可能的票差是张俊，还是需要进入到待定期。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俊。小齐要继续等待。下面的这位演员表演风格非常独特，大家要心平气和，安静下来听他讲笑话。掌声欢迎王大刀。大家好，我是王大刀。我非常爱我的家人。我的表弟在7岁的时候就给20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开头的第1句话放在现在就会被喷死。今早我睡眼惺忪，我睁开双眼，我大声问道：“老婆，饭做好了吗？”我的大姨夫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大姨新买了一个尿壶，他就死死地盯着那个尿壶。这个是啥子？我大姨说尿壶。
哪儿来的？买的。买来干啥子？我大姨已经想骂人了。喝水。我大姨老是催我生小孩，她说：“大刀，你这么好的娃娃，这么好的基因，不结婚不生娃娃，真的天理难容。”我说：“大姨，我以后50岁会生10个，到时候全部给你带。”大姨说：“要是有一天我突然走了，就是被你气的。”我当时觉得很生气，我很生气。大姨看到了，她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氛围不对了，她就会做一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她说：“哎呀，跳舞，不要生气。”很突然。家传的。再一次见到大姨和大姨夫已经是在灵堂上了，他们还活着，去世的是外公啊，85岁喜丧，请鼓掌祝贺吧。我们从外地赶回成都，每个人都很累，眼睛很痛，黑眼圈很重，所有人里气色看起来最好的是化了全妆的外公。7月的四川格外的炎热，大姨在算着葬礼用的钱，三姨在招待着来看外公的客人，大姨夫一个人站在灵堂门口。好热哦，好热哦！我大姨本来死了爹就烦，有个人在那儿吵就更烦了。你用那个花圈噻，那个风大，全是阴风。他说完之后又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本来坐着的，哎呀，太烦了，跳水儿。跳绳啊！他手里没有绳，我们全家人在灵堂门口大笑，所有人除了外公。外公是去年去世的，今年我回家过年的时候和妈妈一起睡觉，我在那儿默默流泪。我妈说：“你还不睡觉？”我说：“妈，我想到外公去世了，你以后也要死，我好难过哦。妈，你死了以后，你的钱是不是都是我的哦？”我妈说：“老娘以后至少要活到96岁，你天天吃外卖。”我们两个以后哪个的钱是哪个的，不一定。第二天，我和表弟散步，路过了外公生前住了10多年的那家医院。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外公，几个兄弟姐妹去那儿打卡。今年不用去了，挺难过的，挺想外公。表弟看到了，他说：“王大刀，你又在伤心难过什么啊？想啥呢？看我行吗？看我，小穗儿。”我想聊家人死亡和笑话，因为我老是想到一个时刻，是在外公去世第2天后，我们几个同辈的小孩带着外婆吃火锅。对，没有什么能阻挡四川人吃火锅。外婆坐在我旁边，我记得她每年都会去把白头发染成黑头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没有去染头发了，她头上全是白头发，腰很弯，吃着嫩牛肉。
我当时想到外公去世了，外婆以后也会走，我就很崩溃，我很难过，我太想哭了，但是我不能哭，因为我一哭我就是嚎啕大哭，我一定把那个红汤哭成清汤。我当时想，求你了，我的眼皮不要再眨了，求你了，我的扁桃体不要再痛了，求你了，我的泪腺不要再分泌了，我真的不想要流泪，我真的不想要流泪，我快窒息了，谁能来救救我？谁能来救救我？表弟说：“王大刀你在干嘛？”我说：“我就是没事，我就是有点热。”他说：“你用那个花圈噻。”那个风大，全是阴风。怎么第二遍还是这么好笑？我笑着把眼泪流下来了，我没有再嚎啕大哭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太好了，我得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淡淡的忧伤。王大刀索票道具是，来，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刀。大刀为什么会选择有很大段的四川话？因为我试过普通话，发现我家人的人格没办法用普通话来表达，就是四川话会更有表现力。对，用普通话体现不了。你用那个花圈山啊，你用那个花圈山。别往这边扇，谢谢你。对，还啊，我这人图吉利啊，然后害怕这个。然后很神奇的一个点在于，它有很多地方你觉得你要笑了，但是他其实讲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件事儿。你说我要笑，但是他要让你沉重，然后就是那种中间感觉跟你掰腕子，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啥意思呀？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讲的那些对白，我觉得我是很有熟悉的感觉。我会想到我之前发过一首歌，就是我们漫不经心的废话的日常，多无聊，多甜蜜。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表达一种家人之间的一种情感？哦，我试图在拆解它里面设置的这样的对白。大刀的表演可能像我喜欢看的某一些写点电影，我在试图总结他的表演风格，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些写点电影。哎，你给自个儿总结过自个儿的表演方式，这个叫做？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啊。他们说我抽象，但我觉得我很具体，我不懂。对你很具体。对，我很具体，我的每个动作、每一句话明白都很具体，对吧？是的。抽象啥意思啊？大家知道抽象是什么意思，他就不抽象了。我是大刀的粉丝啊，你每个人你都这样说，你来了，没有我每个人你都特别喜欢。我随便我给你找个冤大头，我看看啊。我为了你这话，不是我伤害一个，我看我伤害谁？我要伤害的都已经淘汰了啊。对，你每一场表演我都很喜欢。因为大刀是一个非常风格化和很独特的选手，他的表演与其说是脱口秀，其实不如说是像先锋戏剧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个人的对独角戏这种。因为每一次你都能表现深度和有趣和想传达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每一次都是听得特别高兴。今天的表演，说实话有一些碎片，有一些那些东西我是很理解的，但是笑料是严重不足的，梗是严重不足的。对，就是还不够好笑。我是觉得大刀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脱口秀演员。我喜欢王大刀的时间节点非常明确，从上一场他说到吃那个就是涮那个鸭肠的时候，然后不断的做一个动作啊，跑那个，从那时候开始，就他的风格明确到你要么非常喜欢，要么你就 get 不到，你就觉得这是在干嘛。有人会觉得像一个多幕的独角戏，但我觉得其实不重要。因为脱口秀本来如果我们追源的话，它本来也不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它到这土地以后，它自然会发生属于这个土地某种本土化的变化，那它可能就其中的一个代表，一个状态，我非常能够接受。刚才春春讲让他想到某个什么写点电影，他其实在我心目当中那个风格很像英国的伦敦生活那个 Phoebe Waller-Bridge， 就表演风格不像，但那个无厘头的感觉其实特别像的。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挺好的某种喜剧类型。我觉得就是风格，就是你得坚持，因为总会有人喜欢。脱口秀舞台上就应该有多元化。对。再次掌声送给大刀。谢谢老师们。
来，小齐，小齐已经屡战屡胜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给出来的票数差是。230，来，大刀要进入到待定区，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刀。我很爱我的家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爱他们。其实外公生病10多年，每年去医院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人讲一个笑话，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有时候可能我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会忽略它，会忘记笑话。但是笑话不应该被忘记。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时间还足够多的话，一定还可以处理得更好。短的时间内，我就是只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了。我现在就是探索吧，慢慢来吧。我们 TOP 5现在硕果仅存的这位朋友要迎战小齐。这位朋友最近走的是伤痛文学的赛道，啊，韧带啊、体检啊都能说半天。最近好像又被人伤了，哎呦喂！掌声欢迎广智。传统脱口秀，传统脱口秀，广智加油，广智加油！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广智。谢谢谢谢，最后一个了。首先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到现场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节目播出是会经过剪辑的嘛，就那些不好笑的都会被剪掉，所以现场的好处就是不好笑的都能看到。你知道剪辑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录制顺序随意调整。有一次当天没有录完，你们看到的选手的赛前采访是第2天又补录的，就是有些选手已经被淘汰了，还要被拉到镜头前面进行赛前采访。那个导演也坏，来跟你的对手放2句狠话吧。都傻了，然后哆嗦的站起来，那就我劝你明天最好不要选我。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剪辑这回事。我觉得剪辑是一把双刃剑。我之前对于营销号恶意剪辑的态度是无所谓，你别管人家恶没恶剪，你就说你说没说那句话，怎么就剪你不剪别人呀？直到有一天剪到了我头上。我去年去参加一个旅行节目，不知道你们有人刷到过没有？有一天呢，是给驻守在海拔5100米的边防战士送蔬菜。前一天呢，我们去了另外一座海拔4700米的雪山，大家都高反了，所以当天在3600米的时候，那个导演就提醒我们说，有反应了一定要说。我当时其实已经高反了，但我不想耽误整个团队的进程，我就跟导演逞强，我说3600米非常轻松。导演为了展示我的毅力，就把这句话播了出去。你们猜营销号是怎么剪的？他把我对导演说3600米非常轻松这句话单独剪了出来，然后自己配了个话外音，说边防战士节目里被轻视，明星嘉宾说海拔3600米非常轻松。那这句话里只有一个信息是真实的，就是我是明星。开玩笑，开玩笑。他这么剪，底下肯定就一堆人在骂我嘛。当然也有少数几个评论是替我说话的，说这不是纯纯的造谣吗？何广智算什么明星啊？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就跑到我的社交媒体底下骂我，就是你给边防事业道歉，你什么东西？3600米不高吗？我心想，没有你的道德制高点高。他们就开始骂我，小丑，你知道3600米气温多低吗？你知道3600米氧气多稀薄吗？你知道3600米紫外线多强吗？我说那你知道边防战士驻守在5100米吗？也不怪有人骂我，因为那个人他断章取义的能力太强了。我自己看了一遍那个视频之后都觉得说我也太坏了。就他自己后期又配了很多我轻视别人的花字跟表情，就你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是原视频。
就那会儿，我多么希望人群中能有一个鲁豫老师，留下一句“真的吗？我不信”。我很冤枉，因为我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边根本就没想边防战士。就刚才这句话单独被剪出来，我又完了。那个视频的后半段主要就是在说明星没有文化，大家一定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一定要多读书。那么读什么书呢？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他是个卖书的，就是为了卖货嘛，怎么有流量就怎么剪。我就好奇这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博主？点进他的主页，我发现这是一些穿搭博主，因为他们最擅长就是扣帽子和穿小鞋。还有的时候是音乐博主，喜欢带节奏和唱反调。但我觉得他们卖书呢，还算是有良知。就这场舆论风波里面是没有人吃亏的。营销号呢赚到了热度，而我有了素材。因为看了这个视频，一怒之下买了书的人，我觉得这些朋友确实需要多读点书。很憋屈呢，我很想解释。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刷到那个视频的。我就当面跟他解释，我说我们昨天去了4700米高反了，今天要去5100米，在3600米的地方只是休息。我朋友听完说停，你这个解释太无聊了，如果不是咱俩面对面的话，我早就划走了。就说你的解释跟个小学数学题似的，是吧？目的地是5100米，此刻在3600米的地方休息，问小明会不会迟到？小明迟不迟到我不知道，正义肯定是要迟到了。你解释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的解释热度一般不高，想要热度高的话，还得找营销号转发，钱又让他们挣了。他们就是里外里挣钱，造谣一张嘴，辟谣也是一张嘴，一张嘴200万，真的，营销号接一次活大概200多万，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就想在这里造个谣。有时候我就好奇，那些营销号为什么热度那么高？平时都是谁在看？我在看。我看热闹的时候可太不嫌事儿大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是不可能的。我上网的风格是走过路过吐口唾沫。大家听到这里能感觉得出来，你在娱乐圈想要生存下去，发言就必须要谨慎。你的发言被人抓住漏洞，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又爱说话又脆弱。有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把行业干出了一种狼人杀的感觉。这就有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来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手机热搜，我先看看昨晚是不是平安夜呀。我觉得娱乐圈就是一个巨大的狼人杀。开始不会玩嘛，那个时候谁最先在微博上发一篇小作文，我们都相信他是好人。后来脸就被打肿了吗？我现在对于第一个在微博上写小作文的，我都不敢轻易相信他是好人。我的态度是，先不着急站边，听一听后置位发言。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难玩，因为它没有一个真正的预言家。最喜欢跳预言家的就是那些营销号，动不动跳出来说昨晚我查验了4字艺人，身份存疑，4字艺人昨晚夜不归宿，大家都相信我，所有人都相信他了。第二天他爆出来，漫才兄弟网吧包宿。太真实了，太真实了，真被拍到了呀！所以我打算以后不再相信营销号了，我要有我自己的判断。我这轮的发言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快结束了。最后我想说，我是个好人，谢谢大家。罗广志的锁票倒计时。来，再次把掌声送给广志。广志是我们第4赛段最后一位上场的演员，长时间的等待其实也会很大的消耗演员的体力。再次感谢广志。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春春感觉怎么样？这段？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有类似过这样的经历吧，所以我就特别理解广志说的这个点。你一般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处理？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比较多，但是其实最让我破碎的一次，
应该是我家乡地震的那一次。然后当时我就去献血嘛，去那个北京血液中心，但因为我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瘦，就太瘦了，所以我其实是可能会不合格那个抽血的标准的。当时就那个医生就先帮我做了一个50的一个检查，就是在这个左胳膊上面，然后到你可以献血之后，然后再从这个右胳膊抽200。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呢，是我的左右两边胳膊都有那个叫什么？就有胶布，对对对，纱布，对对。然后就被别人拍到之后，后来就放到网上说我假献血。然后我也是一个刚刚入行不久的一个新人，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而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破碎，觉得这个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当时完全没有解释过，所以我今天在台上听到广智用脱口秀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也要像他一样，不应该用一种更加自暴自弃或者更加懦弱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要更加勇敢的去说出这个事实的真相。其实只能用脱口秀说，因为你要是发个那个小红书呀、什么微博呀，就没有人看，或者说他会被人家再次利用。对，就是都是感觉闭嘴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啊。对。刚才广智说特别对，你什么发律师函、打官司、弄声明，最后你只是给了他更多来聊这个事儿的机会，真的麻烦，别弄。他那号还涨粉了。对，反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曲艺的方式，不要喜欢断章取义，对不对？我没拍灯，我看见了，是没亮那块儿是看见了。你觉得是灯坏了是吧？没有，您说了，你说我都听着了。我去年说过什么，你记得吗？我说你是中国脱口秀界我最喜欢的前3个人之一。对，我记得呢。对，直到今年还是，那2个已经不是了。你还是我最喜欢的前3，耗走了2个。哎，有一个是我呀，我感觉，我记得有一个是我。这帮权威嘛，这不是罗永浩脑队。你这个赛季表现是非常牛的，是极具冠军相的。我也是特别希望你拿1次冠军的。好嘞，谢谢您，罗老师。对，所以以我这样的高期许，今天确实是往下掉了一些。所以因为我对你喜欢、信任和尊重，所以我就没拍这一灯。对，但我希望你后边还能翻上来，因为还有机会吗？后边这场我认为不会淘汰的。好嘞。来，小齐再次请回舞台。哇，小齐4战了哈。支持的数字出来，将直接决定本轮先发的 TOP 5会不会团灭？No， 有可能。哎呀，怎么能这样？来，小齐和何广智的支持票数，他是11内，11，还可以。正如春春所说，第3赛段来的 TOP 5被团灭。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齐，恭喜小齐进入到半决赛。来吧，给你挡了一劫，挡不了这位。你们5个这关系更进一步了。有一点没有达到自己预期，但是我也都能接受。我这就是雷霆雨露俱是君，雷霆是之，就别管那么多了吧，反正就那么个意思，反正也肯定有很多达不到自己预期的时候，但我调整心态都会特别的快。如果只有我被打下来，还挺丢人的。全部被打下来这个事儿呢，我非常的平和啊。我觉得不止我一个人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就还挺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4人小组在全部比完之后，他们的排名情况。除了直接跳段的5位，已经有5位进入到半决赛，分别是王小利、小帕、季业、小齐和智胜。所以本场还剩13个晋级名额，最终待定区票数排名前8的选手晋级半决赛啊！恭喜高寒、
瑞瑞、徐浩伦和谭湘文、贾浩、哈哈曹、罗广志、毛豆、张俊进入到半决赛。请8位现在前往晋级区。好几个人260，剩下都是淘汰的，这边全是，就是正好进了8个。哎呦，太可惜了，非常遗憾，我们其他的几位演员今年就止步在了第4赛段，所以我们和这个舞台和观众说点什么来。不是，这是先给神说。尬的先说，小块，你4年后会卷土重来的。几年后？4年后，川普一样，4年。4年啊！来，块儿哥先说。那个，我说了也不能播呀，这话你知道这。小块说点能播的。说点能播的。我唯一的资本就是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呦，还有这格局。时隔2年，怎么又来参加比赛？首先是大家对我的误解有点深了，开公司的能力也差，然后到发展到喜剧能力也差，到发展到人也差，是吧？对，我感觉我自己在一点点被蚕食，现在对，我想拿回我失去的东西。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我跟你们讲，好多脱口秀演员现在还在努力赚钱，想买房成立一个小家。我已经把房卖了去建设国家了，帅吗？朋友们，我可以接受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关你毛事，但是帅吗？那我拿自己的钱给家人们谋一点福利，怎么就不公平了呢？块哥每一轮演出都会把之前他丢掉的信心找回来，今年就是有胜负欲了，很少见。我认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他有胜负欲。整这么认真。我问块哥了，我说这个是你讲脱口秀以来就是最辛苦的时光吗？他说他是他这辈子活的最辛苦的时光，可能巅峰的时候一天要赶4、5场开放麦。为什么一直对着这个盆在练？原来视线就要平行一点，要不然你会朝下。看似不能理解的举动，背后全都是行业经验。我把自己想讲的内容基本上都讲了，这4篇稿的题材和我这个风格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虽然有几轮分都不怎么高，不是很讨喜的，但是结果也都还不错。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没白忙。我自己确实也挺辛苦的，但是我这份辛苦呢也是自找的。我想的问题是，脱口秀还会好吗？没关系，答案早就显现了。我们这种中登老登的话，其实很多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大家好，我是小快，脱口秀的鼻毛，脱口秀之神，商业奇才，无产资本家，还是开花脱口秀的老板。步惊云，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在这边商量说，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是4位领笑员在夸我们，然后我们今天我们也淘汰了，想夸夸你们。太好了，来，那我们原地挨夸，太好了。鲁豫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她就是我们所有女演员，包括所有我们脱口秀演员的定海神针，她在我们什么话都敢讲。感谢鲁豫姐，然后希望大家去关注鲁豫姐言中花树的播客，还有我跟步惊云，到以后山河还会录一个新的节目，遇见他们一个衍生节目，对，也是一个全女的，我期待了，好吧。然后春春，我们昨天我跟海燕、鸟鸟，我们几个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在聊小八卦，然后说没有想到春春这么有魅力，因为之前没有见过。然后现场想说一句话，有这么高质量的偶像进入脱口秀圈是我们的荣幸。爱你爱你，我们要一起组团去演唱会，大哥。
然后大老师谢谢你，然后每一年都在给我们所有人鼓励，然后演尬的你也得硬捞，也得给我们鼓励，演炸的你得想办法角度去夸我们，我们真的希望你活到100岁，希望你带我们开心到100岁。得嘞，谢谢您啊。罗老师希望你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这是好的。3分4斗。张老师以后都不许再骂张老师了，张绍刚老师人真的非常好，我们演员写不出来段子就骂他。这是托底。张老师是非常好的人，我们爱他，我们爱张老师，爱张老师。谢谢布姐，来山河。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今年所有的稿子都是新写的，而且比去年都进步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也很进步了。还有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所有喜欢我的观众们，对。然后，我今天这篇稿子讲的时候，就是讲了那个女演员们对我的帮助。我来了这儿，我看到有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给我的成长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喜欢每一次观众们说你们就是我的嘴替，或者是这种事情终于有人说了。所以说，可能这个舞台上现在有50几组演员，但他们背后可能是更多人的声音，我们可能代表的不是我们，是这时代的年轻人的心声。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1、2、3，双淘汰。现在感觉怎么样？放假了，就是尽力了，然后也没有遗憾，因为我今年的4篇稿子，我下的心血、费的劲儿，要比之前好很多，所以我们尽力了，就不要去责怪自己。我刚刚也是那样想。对，我唯一害怕的，就是布姐会觉得，没有之前好。怕你对我失望。不会啊，你这么好，失望什么？我知道他可能也不会对我失望，但是我还是会想问他那么一句，会不会想确定一下？不会，你已经很骄傲了，山河已经是非常骄傲的演员了。我刚脑子里面有个场景，就是你父母把你用他们的积蓄，用一生的经验，给你了一个好的生活。对困难就是巾帼英雄。我只想冲在他前面，我不习惯躲在任何人身后，因为我已经考他很多年了。我觉得我今年表现非常好，我这一篇稿子，我觉得是我在舞台上没有展示过的一个形象，包括我对雨天的一些感受，包括其他的一些表达，就留在舞台上就够了。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希望大家来线下看我的专场，线下会更好的。好的，担保人山河。布姐有时候可爱的一面只有我能看到，你知道有时候。我自己，我觉得他让我收获了太多，收获了朋友、喜欢、爱、成长、蜕变。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很好，非常好。我觉得是一份给我巨大的礼物。来，川儿哥。我没啥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今年又比赛又当总编剧，确实累。我回归那个位置的话，对整个行业帮助其实是更大的。这是你第几年参加节目？2、3、4、5，第6年。好像每年都习惯了，都得来参加比赛，更像是过年，就大家聚在一块儿，几个家长坐那儿，然后小孩们表演一下节目。我有时候坐大人那桌，有时候坐小孩这桌。那你喜欢做大人还是小孩？做小孩的时候，
孟川今儿太炸了，我冠军赢了，赢了！孟川冠军，就是尽量把自己的稿子改好，改得更好一点。反正尽量把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吧。做大人的话，就是可能会把这些不同提前跟选手们说一说。前面那个人特别炸的话，后边那个人是不好接的。就是多帮帮他们。我们是会现场看这些人的表演，也会在那个屏幕里边看这些人的表演，就是尽量的让现场的效果毫无保留的传达到观众们眼里，观众能听进去也挺好。这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是。那你喜欢做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淘汰了之后最想做什么事情？喝酒。会休半年吧，感谢我自个儿，我还能挺到这一轮已经不容易了。大家好，我是孟川，完了我要歇一歇，带着我的专场去线下见你们。雪冰，我也没啥遗憾，其实挺开心嘛，能来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感谢一下吧，感谢舒恒跟小齐给我的推荐给了伟大爷。然后我觉得真挺好的，已经走到第4轮了，没有任何的遗憾吧，因为素材确实不多了啊，就是一个手可能不太够了，你知道吗？然后也感谢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的帮助吧，然后今年真的收获了很多，然后最重要是见到了罗老师，感谢，我会继续努力，期待明年再见，加油！我其实来之前就有预感，就是今年可能要淘汰了，我其实就想体面点离开，还挺好的，挺开心。今年我能不能减肥成功？嘿嘿嘿嘿，韩大狗，问题不大。大家好，我是雪冰，今年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新人，我接下来继续努力，争取让你们看到我更多的作品。感谢大家的喜爱，谢谢。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然后我讲脱口秀时间也不太长，所以我感觉特别幸运，一路碰到很多贵人。我觉得，首先就是基业帮我推荐来的这个节目，然后包括块儿哥，包括志胜哥在深圳，我最开始讲的时候一直支持我，一直去鼓励我去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路上碰到很多很善良、很好的人，然后包括这次来这次节目，我感觉很多朋友，我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然后在线下能跟他们一起同台讲，能跟他们一起聊段子，我觉得是我的荣幸，很幸运啊。然后感谢脱口秀，感谢一下。哦，我那个特别开心今年，然后特别感谢我的真人秀导演Sunday，然后内容导演思彤，还有很多编剧朋友们，还有我的演员好朋友们，还有我的室友川池，有点官方了哈，然后今天是周日嘛，明天是周一，然后我跟侯志远明天又要去上班了。哎呀，今年夏天的喜剧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结束了，但是喜剧没有嘛，就是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之后希望回来的时候会是更好的自己吧。第一期节目播了嘛，我领导又问我说能不能要张绍刚老师的签名。哎呦喂，Seven 我已经签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谢谢你们领导。谢谢。我没有，对不起，我倒数第3，我倒数第1，我们是废物，我一点也不幽默。整体是非常满意的，对，就是整体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夏天的一个很独特的体验。我俩过去2个赛段可以说就是每天，我跟他说话比跟我就是领导、同事、任何朋友说话说的都勤。过去2周，我每次睡前马上就要睡了，他那一个段又发过来了，你说我回还是不回啊？因为得上班，我们真的是3点多才睡，第2天早上8点又起来了。对，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倒数第1和倒数第3。我叫他代替领导，因为他的指令一般就是把这个东西弄成那个样子。伯乐不常有，但跟我同年毕业的千里马有1000多万匹。你们坐13号线去张江，地铁车厢里有一半人长我这样，都是来当狗的，怎么你就非得问我的品种？职场脱口秀到第4轮已经结束了，职场脱口秀淘汰打板。
我希望你明年带着1个专场的储备来比赛。这个压力也太大了。我希望你明年也是，更好的绽放吧，有你独立的一个形象，不要再扮演谁，不要再像侯志源了，像谁，你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然后，那你们淘汰之后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睡觉。辛辛苦苦来比赛，结果整个双淘汰，看上去是很失败，其实结果也不赖。节目要是明年还在，咱俩再来赛一赛，豪迈。树上骑个猴，第4轮后踩。树上骑个猴，我干啥？我是猴。对，我是骑啊，对，我是骑啊，对对对。我觉得我这次能回来比，感觉我的夏天就已经完整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啊。然后还有二哥想跟大老师要一张签名照二哥啊，对他走了。他走了，他走的时候交代我，然后好嘞，行，我一定给，哎。我之前都觉得被爱是要有前提的嘛。志胜他一直在开导我要放松，喝醉了给我打电话说反复重复一句话：你值得被人无条件喜欢。然后他今年也是按照这个准则在做，我很对我启发挺大的。我可以无条件被人喜欢吗？不辣的笑是笑，行，希望被观众认可吧。大家好，我是邱瑞，明年再见。大刀，对，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就是什么是脱口秀？我不知道，我就是经常这样问。什么是安全？你知道就行。什么是安全？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你知道就是什么是脱口秀，就是什么是 stand up comedy， 我不知道。但是你问的时候，你就会有答案，对吧？就是有人会说你不行，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但是我就是总在得到答案，但是我又会否定答案。所有别人告诉我的，所有我告诉我自己的，我就会说这是真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我想谢谢很多人，可是我怕我说不全，就是因为就是思维混乱。我想谢谢我不止喜剧的所有伙伴。我一直以为也许我知道边界哪儿呢，也许我知道，但是我真的知道边界在哪儿吗？但是当我就是又醒来又拉开窗帘，我又上台一次的时候，也许那个边界就被拓宽了。我想，原来喜剧可以是这样的，喜剧真的可以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也许它可以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大刀，刀子，刀。昨天后期采访的时候，我的真人秀导演说：“你觉得未知是什么？你觉得未知是什么？未知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也许未知就是对生命的肯定。”我说：“未知是对生命的肯定，你永远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后天你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就是这样活着很好，对吧？所有的这个夏天的梦太美好了，我就是谢谢所有的一切，谢谢你们，谢谢你，真好，谢谢大刀，真的很好，大刀。”我觉得脱口秀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果大家只是纯粹的看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但不是有好多人都这么干吗？也太无聊了。一只灵活的母猎豹，我想要歇斯底里。我很难说他的不适应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有时候适应代表你失去了特色，有时候不适应代表你还有棱角。你用那个花圈衫跳舞，这条路只有他在尝试，就是我定义这条路该怎么去走。大刀就是很先锋，很有个性啊，他可能以后真的会是某一种风格的第一人。大刀后边离开的感言一直在说脱口秀是什么，脱口秀是说明他还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希望大刀最终能找到他的理想，但是就算最终找不到，在寻找理想的路上，本身这就是非常好的过程，因为梦一旦实现了，它就醒了。寻梦的过程才是最棒的过程。希望我们大刀在寻梦的过程之中，一直可以在这个梦里做他自己，做他想做的梦。就是比如说冰山美人，华轩老头是脱口秀吗？他是吗？不知道。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取决于标准，对吧？那标准又是什么呢？谁说了算？
单口喜剧本来就是要质疑权威的，不应该存在一个权威的标准，对吧？找遍整座城市都没有。有段时间我听这首歌就直接哭，我说天哪，我也找不到我的滑板鞋。外面下雨了，上海，湿润的上海。脱口秀，我也希望我快点明白。那个是生日蛋糕。谢谢。让脱口秀之神告诉你什么是脱口秀。会去昆明找你的，你来上海也要找我呀。我们要谢谢所有，除了今天发表了感言的，还有之前离开这个舞台的，还有想要大老师签名专门托秋瑞的二哥等等。二哥，谢二哥。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们在这个夏天，在这个舞台上贡献的每一分钟，因为你们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全都记得了。支持他们最好的方式，各位去看他们的线下演出。对，而且还有巡演要开始了。去看他们的巡演啊，在线下演出和巡演里面看到更丰富、更优秀、更全面、更完整的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们。希望我们明年夏天再见，好不好？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谢谢你们。各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美团闪购神速，晋级快人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半决赛晋级名单。恭喜所有的晋级演员成功进入到半决赛，也恭喜你们成为本赛季的年度18强。期待你们在半决赛有更精彩的表现。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小程序，超多演出等你来看。新一轮的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启动，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想看城市，朋友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然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半决赛见。新的愿望就是希望接下来我还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吧。我的愿望是今晚找到一家好吃的餐厅。现在又到体检季了，最大的希望就是往年的一些异常的指标会往下降一些，这个是真心实意的最大的愿望。大受欢迎，还清房贷，一统江湖。世界和平，只有大家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我们才会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快乐。希望以后的日子都是晴天。明天无论结果如何，我希望我能特别开心。想保持自由活下去的状态，就是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变成那种人见人烦的那种老登中登。我想要做很多喜欢的、认可的好的东西和作品。写好段子。今天继续写稿，期待有所突破。希望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能幸福，不见到我的人也可以更幸福，都能幸福。希望大家就是一切都好吧，身体健康啊，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还有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他可能吃饭呢，搁这儿看小胖子唧唧歪歪说什么呢？祝福您。